男人的行为与赌徒契合，触发100,000,000%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，成功转职成为隐藏职业赌徒，不仅救下身为赌徒的基友，还成功收服奶妈职业的教官妹妹。男人名叫江凯，正在这颗名为鬼星的星球上接受新手试炼。鬼星在500年前突然出现在蓝星外的巨大星球，好在鬼星的凭空出现，并没有让蓝星偏离轨道，但在同一时间，蓝星上的动植物相继在鬼星出现后，突然异变成为兽神的怪物，在世界各地大肆破坏。而这些兽神是目前人类科技所不能抵抗的，他们的出现瞬间将人类逼至绝境。经历无数岁月，苟延残喘的人类发现地球上出现许多神奇的传送门，人类只需通过传送门就能以数据形态传送到鬼星。当人们踏足鬼星后，发现这里简直是一个超级真实的数字世界。在这个星球上，人们可以转职成各种职业，只要成功转职就拥有了数值、技能、装备，就像游戏中的角色一样升级，并获得强大属性。甚至只要在鬼星上升级到一定程度后，就可以把这股庞大的力量带回蓝星使用。现实世界的人们变得跟鬼星上一样强大，得以肉身对抗兽神。所以现阶段的人类想要在绝境中存活，就必须从鬼星上获得力量。源源不断前往鬼星的人们也被统称为探险者，只要携带转职材料来到鬼星上使用，在鬼星上存活5分钟完成新手试炼就能自动完成转职。江凯同样如此，试炼刚一开始就被逼入绝境，前是万丈深渊，后是穷追猛打的人脸兽，这就是鬼星。正常人想要在试炼中存活1分钟以上都很困难，现在已经无路可逃。这里的幸存者就只剩下江凯，他满脸不甘，为了来到鬼星，可以说是倾家荡产，难道就是进来找死的吗？想起大哥和妹妹倾其所有，都要支持他来到鬼星，妹妹为了他来鬼星的费用，年纪轻轻就受尽苦楚，而大哥患病还努力工作帮他，要是在2个月内没有足够的手术费便会死。可现在不但没能完成转职，还浪费家人的积蓄坐着等死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道桀桀的怪笑声，人脸兽向着江凯猛地挥出手中武器，在破空而来的过程中，他能感受到前方的空间瞬间变得冰冷。不行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为了家人赌上一把。江凯纵身一跃，果断跳下悬崖，他要去赌那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。就在此时，滴的一声，一道毫无感情的机械音响起。你相信命运吗？你是相信命运会随着你的不同选择走向不同的结局，是相信你无论做出什么选择，都将走向同一个命运的终点。忽然一个电子面板出现在江凯眼前，由于您的行为与赌徒十分契合，恭喜您触发100,000,000%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，现您成功完成转职，祝贺您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赌徒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伴随着急促的咳嗽声，江凯缓缓醒来，他艰难地爬起身来，究竟是什么情况？坠崖后不但没有受伤，而且先前受的伤还全部复原。没等他继续诧异，眼前一道亮光乍现，与鬼星一同存在的 AI 智脑出现在江凯身前，同时给予江凯解释：替您及时转职成功，刷新了基础属性，相当于满血复活，恭喜您转职成功。接下来由给您介绍赌徒的职业天赋，天赋加倍，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都将触发双倍效果，并有1%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。超级加倍触发时，奖励和惩罚翻至10倍。天赋加倍触发，因您在获得加倍天赋的同时触发加倍天赋，因此职业天赋数量翻倍。您还将额外获得赌徒的第2天赋。江凯全身抑制不住颤抖，别人转职后只有1个天赋，而自己现在就可以拥有2个。这是您的第2天赋效果和当前属性。天赋超级暴击，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200倍，您的初始暴击几率设定为 0.1%。一级探险者江凯，职业赌徒，力量4，体质8，敏捷12，精神力12，天赋加倍，超级暴击，看到4项属性，因为加倍天赋能把转职后奖励的属性点也都翻倍，江凯愈加兴奋。正常来说，转职后属性点数都在20点左右，而自己的属性加起来总共有36点。在鬼星上升级，正常人升1级是10点属性，而江凯翻倍加20点，相当于自己升1级等于别人升2级，而且还有第2天赋的超级暴击。常人的暴击只有2倍伤害左右，而他可是有足足200倍。虽然现在只有可怜的1/1000概率，但只要以后提升暴击率，那这个输出将会非常恐怖。江凯终于是松了一口气，之前只想着尽快转职，来鬼星为大哥赚到做手术的钱，因为在这里就算是最垃圾的职业，也要比在蓝星上赚的更多。但没想到竟然意外触发额外的转职判定，成为隐藏的强力职业赌徒。而这一切都只是开始，顺利完成转职后，必须在7天时间内平安抵达圣药城。想要成功抵达，困难重重。首先试炼区遍地怪物，一旦被杀便视为试炼失败，然后传送回蓝星。虽然在鬼星上死亡，蓝星上本体不会受到伤害，而且还能再次登陆鬼星，但这种看似代价不大的死亡，只是对有钱人而言，每次登陆鬼星都需要大量钱币，有钱人可以无数次试错，但江凯只有1次机会。身为穷人的他，来一次都已经掏空家底。突然他身体一震，停下脚步，前进方向的不远处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而且这声音听起来还十分熟悉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果然是他，江凯的多年好友原著。别看他牛高马大，此时吓得不断挥舞拳头，由于害怕，挥拳的速度快到极致，江凯也咽了咽口水。
没想到真的是柱子，包围他的是陆行蛇。这些蛇含有剧毒，被咬上一口的话，连人脸兽都会顶不住，更别说现在一共有3条。即便如此，江凯还是大喝一声，俯身急速冲了过去。听到声响，原著回头望去，看到来人让他大吃一惊。江凯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别管我，赶紧走！这些蛇的属性很高，而且带有剧毒，我们现在才一级是打不过的。江凯眼神坚定且狠厉，右手一挥，率先发动攻击，手中长棍如同离弦之箭急速射出。下一秒，长棍狠狠刺中扑向原著的陆行蛇。原著目瞪口呆，恶魔般的陆行蛇被江凯一击毙命。击杀陆行蛇后，江凯嘴角微微扬起，利用柱子吸引注意力，绕到蛇的后方发动攻击，果然有效果。可经过刚刚那一下，现在陆行蛇的仇恨值全部转移到江凯身上。眼看陆行蛇转移目标，原著的心不由得提了起来。江凯，这些蛇的敏捷很高的啊！可江凯没有任何慌张，以各种极度不协调的姿势不断躲避攻击。见此一幕，原著更加震惊，居然这样都能躲过。江凯虽然第一次和陆行蛇交手，但他十分淡定，转职后的属性翻倍，1级敏捷堪比2级。这些1级的陆行蛇的敏捷肯定不是自己的对手。他快速来到原著身后，柱子，你继续吸引注意力就好，我来搞定他们。随着几道寒芒闪过，剩余的2条陆行蛇接连倒地。原著再次呆愣在原地，自己就只是绕了一圈，眨眼间2条蛇都被江凯杀了。江凯掉出系统面谈，自己明明是力量低的敏捷职业，竟然有秒杀1级怪的伤害。手里这把从人脸兽那里捡来的钢刺，或许在新手试炼中能起到重要作用。突然原著给江凯一个大大的熊抱，从来都是新手被怪物杀的份，哪里有新人杀怪的呀？江凯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江凯连忙将他推开，感觉肋骨都断了好几条。我只是运气好转职成隐藏职业赌徒，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啊！原著如同傻大的咧嘴一笑，虽然不知道是啥玩意，但我的职业也不赖的。1级探险者原著，职业5图，力量8，体质8，敏捷5，精神力5。没人知道鬼星存在多少种职业，但所有探险者进入鬼星的第一件事就是转职，而转职成什么，正常是看自己在登陆鬼星时所携带的转职材料决定。有钱人家都是花费几千万购买强力转职材料，这样来到鬼星就可以直接转职成强力职业。就目前所知道的有5图，强大的盔甲士兵，还有暗处的刽子手，而穷人家的只能购买最便宜的转职材料。这些转职战力都极低，甚至转职成什么都有可能变成随机。难怪原著在3条蛇的围攻下还可以扛那么久，这可是圣耀国排名前5的职业啊！两人利索将蛇的尸体收了起来，据说这些尸体也能卖出个好价钱。在鬼星能打到的东西很多都可以换钱，江凯也是想以此在鬼星赚钱来回馈家人。而鬼星上的尸体、装备之类的物品会在掉落后变成卡片，以供探险者收取贩卖。经过刚刚一战来看，江凯的赌徒职业似乎要比5图多强上不少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树林里走出来一个人，两人下意识连连后退。我叫苏圆圆，我一个人很难通过试炼，不知道能不能和你们组队。江凯直接开口拒绝，我们自身都难保，再带上你的话会更加困难。没等他说完，苏圆圆快步向前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我的职业是医生，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治疗，要是再碰上这种毒蛇，我也可以提取毒液，增加你们武器攻击力。闻听此言，江凯陷入短暂思考，能奶能毒的医生，这也是10大高级职业之一，在新手试炼区好像也很需要治疗，之前若不是靠转职回满血，可能直接就挂掉了。他轻叹一声，我叫江凯，他叫原著，一起组队去目的地吧。与此同时，蓝星圣耀国江中城18号鬼星登陆门基地数据研究室内，科研人员满意点了点头。现在的腕表真心不错，能精准定位探险者在鬼星的位置。现在市面上售卖的大部分腕表，除了可以用来探测鬼星的各类数据外，越是高级的腕表功能就会越丰富。新人试炼教官苏兰兰，苏圆圆的姐姐李教授，目前新人怎样？还有我妹妹呢？李教授打开定位，从现有的数据看来，很多新人已经被淘汰，你妹妹苏圆圆好像在和2个人组队。闻听此言，苏兰兰顿时瞪大眼睛，我已经再三叮嘱过她，新人最为忌讳的就是组队。鬼星在500年前忽然出现在蓝星外的巨大星体，人类可以通过传送阵传送至鬼星上获得力量，就算在鬼星上死亡，也只是相当于在游戏里角色死去一样，并不会对蓝星上的本体造成伤害。但鬼星上那种真实到极致的死亡体验，会给人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。苏兰兰满脸愤怒，明明已经再三叮嘱过自家妹妹，在新手试炼中不能组队，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集的人越多，引来怪物的可能性就越高。马上准备好心理辅导员，我这就进去接暖暖出来。忽然李教授开口阻止，先等等，暖暖他好像没死，而且靠近他们的那2只人脸兽好像被他们击杀了。话音刚落，整个数据研究室齐齐惊呼，这怎么可能？3分钟前，2头人脸兽嗅到人类的气息，对3人展开疯狂攻击，几人自知不敌，只有拼命逃窜的份。敏捷高的江凯还好，另外2人眼见就被追上，江凯猛地停下脚步，毅然决然让2人先走。闻听此言，傻大个同样停下脚步，没等他开口说话，江凯的怒喝声响起，赶紧走，我留下来就行，这样被追下去，我们3人都得死。现在只能我留下来看看能不能击杀这2头怪物了。噗呲一声，手中钢刺狠狠扎进人脸兽身体，江凯满心欢喜，刺中了，看来能行。是下一秒，一个巨大的手掌快速朝着他的面门袭来，砰的一声，震碎耳膜的声音响起，
强横的力量冲击让他整个身体急速倒飞出去，果然还是不行。人脸兽的高生命值，以目前的属性，完全做不到一击毙命。两头人脸兽丝毫不给江凯喘息的机会，伴随着桀桀的怪笑声再次扑了过来。江凯满脸不甘，要被杀了吗？我的新手试炼要结束了吗？旁边的2名队友并未走远，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恐惧，令他浑身止不住颤抖。南新疆中城居民区，原著母亲热情招待给原著武图转职材料的恩人，不知道您怎么看好柱子？别看他人高马大，其实胆子贼小，要是在鬼星上碰到怪物，说不定连战斗都不敢。神秘人点点头，您的孩子面对危险时确实要比常人恐惧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他有时候尽管在害怕，可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，他就绝不会怯战离开，而且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还要高于常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原著选择正面硬刚，宛如坦克般的身体径直撞开2头人脸兽，看似庞大的身躯不断倒飞。原著摆出拳架，江凯，你他喵因为我胆子小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？你有没有把我当兄弟？是兄弟的话要走一起走，要死就一起死。下一秒，双腿猛地用力，眨眼间原著来到人脸兽身前，轰的一声，拳头正面打在人脸兽身上。江凯不由瞪大眼睛，柱子怎么突然爆发这么强劲的攻击？虽然造成的伤害有限，但这是1级武徒能拥有的力量吗？在他惊讶的同时，一阵舒适感涌入心头，转头望去，只见苏暖暖双手一摊，治疗术快速凝聚。你不是战斗职业回来做什么？苏暖暖目光坚定，我不走。医生见到伤员就算再害怕也不能走。当年他的父亲就是在抵御兽潮中，因为没有医疗人员支援，从而苦战牺牲。现在我的队友也需要支援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们逃走？横波的能量涌入江凯体内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伤势顷刻间复原了。他缓缓起身，轻叹一声，看来你们还真的是不怕死。可现在就算3个人一起堆起来的伤害也不足以杀死人脸兽啊！就在此时，他似乎想起什么。苏暖暖之前说过，碰上毒蛇，他可以使用技能提取毒液增加武器攻击力。想到这，江凯连忙拿出陆行蛇卡片。暖暖，你之前说过可以提取蛇毒是吧？现在我要你一边柱子治疗，一边提取蛇毒到我的武器上，可以做到吗？闻听此言，苏暖暖大喝一声，尽管之前从未尝试过，但依然左手治疗右手提毒。如果江凯猜的没错，或许只有这个方法能赢了。如今的他扛不住人脸兽的伤害，但柱子可以。虽然攻击不足以击杀人脸兽，但苏暖暖既能加攻击还能治疗。苏暖暖是奶妈，柱子负责肉盾扛伤害，而江凯只要不断输出即可。这么看，他们3人分明是游戏中标准的盾奶输出的战斗组合。就在这时，钢刺的淬毒效果完成，江凯毫不犹豫俯身冲了出去。柱子，帮我控制住一只人脸兽，新人实力弱又怎样？只要我们3人凝聚成一个团队，并各司其职，就算是号称新人杀手的人脸兽，我们也能与之一战。轰的一声，巨大的冲击波响彻整个森林，同时提示弹出，成功击杀2级人脸兽一只，目前经验值为 5%。江凯脸上终于露出笑容，成功了，团队配合果然有效，现在就算再来一只，我们3人也能完美击败剩余一只人脸兽。目光愈加狠厉，死死盯着3人，不断发出瘆人的低吟声。然而3人并没有停手，傻大个一马当先扑了过去，江凯紧随其后。苏暖暖后方不断给奶，数据实验室的人完全不敢相信，从腕表传来的数据显示，他们确实是击杀了2头人脸兽，可1只人脸兽就能碾压一群新人，他们3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而且以目前苏暖暖的数据是没有击杀能力的，队伍里面武徒也才1级，伤害极其有限，所有疑点都指向江凯，只剩下他有可能击杀人脸兽。可奇怪的是查不到他的职业，姓名江凯，性别男，年龄18，居住地江中城棚户区，鬼星职业不明，有本事击杀2头人脸兽，还查不出是什么职业，这新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鬼星森林深处，被击杀的2头人脸兽同样化成2张卡片，玩家江凯收集2级人脸兽尸体2张，将所有事情处理完后，3人躺在地上大口喘气，成功了，我们真的成功了！原著振臂欢呼，没想到凯哥还能急中生智，真是太帅了！现在已经有对抗人脸兽的实力，应该可以安全抵达试炼终点了吧？江凯点点头，是啊，都可以直接去终点结束试炼了。不过不急，现在距离限制的时间还很充裕，我现在还不打算直接前往。闻听此言，2人顿时呆愣在原地。你们知道通过试炼后会计算积分，要是可以在积分榜上排名前3，上面可是会奖励装备的，而且上面奖励的装备还很不错，对我们新人在鬼星上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。如今我们有了击杀怪物的实力，而杀怪可以兑换积分，积分多了就有希望上榜前3，所以我们为何不先刷刷怪物赚点积分，然后把上面给的奖励拿下呢？几个小时后，夜幕降临，原著拿着树枝在森林里到处敲打，未知的恐惧才是最令人害怕。原著浑身止不住颤抖。江凯，虽然我一点都不怕，但让我这么引路行蛇，等下会不会我先嗝屁了？江凯咧嘴一笑，你大胆一点行不行？你可是武徒，特点是能打能扛，而且还有苏暖暖随时给我们治疗，就算你自己想死都没那么容易。突然，江凯眼里泛着寒芒，他从树上猛地一跃加入战场，3条陆行蛇仅是眨眼间就被江凯直接秒杀，击杀3条1级陆行蛇，目前经验值为110%。因为鬼星上的规制是只有击杀者才能拿到猎物的经验，又因为目前只有他拥有击杀怪物的能力，所以一致决定让他先单吃经验，好让他先升级增强实力，确保队伍的安全。3人不断击杀，乐此不疲。地上躺着数不尽的陆行蛇尸体，
直到提示弹出，恭喜探险者江凯等级提升至2级，并触发加倍效果，升级后获得双倍属性点。看着属性面板，江凯不断喘着粗气。杀了一天的陆行蛇，终于是将等级提升到2级了。两人快步来到江凯身前，恭喜升级了，快说说升级后属性都有哪些变化。眼看两人如此兴奋，江凯也只好实话实说，升级后加了20点属性点，目前2级的总属性有56点了，还算凑合吧。闻听此言，两人顿时如遭雷击。你不是逗我们吧？为什么我的属性点才26点？我知道升级后会提升4项属性，但正常人升级就加10点，你他喵为什么能加20？总属性只有12点的苏暖暖比较敏感，2级的总属性就56点，好像都能和4级媲美了吧？好恐怖的强度！眼看两人大受打击，江凯无奈做出解释，这只是职业特性而已，我的职业能把升级之类的奖励翻倍，但要是碰上惩罚也有可能加倍的。两人虽然听得云里雾里，但还是觉得很厉害。对比下来，排名前5的5图职业都不香了。忽然一道蓝光不断汇聚，与鬼星一同存在的 AI 智脑再次出现。恭喜玩家升至2级，将获得一个职业技能，因触发赌徒职业天赋加倍，您将获得2个。哪怕是江凯自己也没想到，升2级得到的职业技能也能翻倍。您的职业技能一是鬼手飞牌，鬼手飞牌投掷物品时附带 20% 穿透效果，投掷卡片类物品时提升 200% 穿透效果，但提升 100% 精神力消耗。技能可升级。职业技能2是鬼眼专注，鬼眼专注提升 50%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能力，使用技能时提升 100% 精神力消耗。技能可升级，一共获得2个远程型技能，虽然还不知道怎么使用，但从远程输出来看，这个赌徒职业江凯还是很满意的。走吧队友们，现在我们可以去刷更高经验的怪物了。连续2天，数据实验室的人都紧紧盯着大屏幕。苏兰兰没想到自己的妹妹居然还幸存着，她嘴角微微扬起，第一次见新人组队还能存活，看来那个叫江凯还真有点本事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负责新手区的同事注意了，新手试炼那边会有危险，请立即警戒起来。上头检测到 L 国这次又派了偷渡者入侵我们新手区，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。江中城区最高指挥员魏婴快步走了进来，各位同僚，请务必抓紧时间做出应对准备。闻听此言，苏兰兰顿时一惊，大规模的偷渡者入侵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魏婴轻哼一声，我不会闲着跑过来和你开玩笑。苏兰兰脸色巨变，偷渡者可是来自 L 国的一群专门虐杀他国新手，并以此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。因为鬼星新手试炼的规则是，高级玩家不能进入新手试炼区帮助新人，所以新人都只能靠自己通过试炼。但 L 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，他们可以使用偷渡者的职业特性偷偷进入他国新手区。目前别的国家都毫无办法，这般偷渡者的手段都极其残忍，虐杀他国新人，给予极其恐怖的死亡体验，其目的就是让他国的新人恐惧登陆鬼星，从而大幅遏制他国新人的数量。苏兰兰猛地一拳砸向桌面，她的妹妹承受能力那么差，一旦碰上这帮人，后果不敢想象。魏婴沉默了片刻，他无奈接受了这个现实。大家做好新人的心理疏导，偷渡者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，咱们做好无人生还的准备吧。鬼星新手试炼区内，3人小队不眠不休四处击杀怪物。突然江凯敏锐察觉到远处的动静，他快速举起手中钢刺。见此一幕，原著满脸问号，那边我们刚刚走过的呀，明明什么都没有。江凯眼神坚定，不是走过的地方，是更远的那头。鬼眼专注发动，下一幕他猛地用力，手中钢刺如同离弦之箭急速射出，这一击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的将所有阻碍粉碎。无数大树在过程中不停倒塌，最后在远处传来砰的一声巨响。江凯露出残忍的微笑，打中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身后两人还一头雾水，可即便如此，还是跟上江凯的脚步。几人步行了好一会，才来到河边处。只见一头体型庞大的短刺野猪被钢刺贯穿倒地不起。原著和苏暖暖目瞪口呆，在这黑夜里，这么远的野猪怎么看见的？而且都能秒杀2级的了。提示弹出，探险者江凯击杀2级短刺野猪一头，目前经验值为1992。是否收集短刺野猪尸体和19个野猪短刺？短刺可做武器。江凯显得很平静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多亏了新技能的特性而已。随后果断选择是将尸体和短刺一并收了起来。目前职业技能鬼手飞牌增加了投掷物的伤害，而鬼眼专注等于叠加了望远镜和慢放效果，让远程攻击更准。所以江凯现在可以在超远距离，在低阶敌人发现不了的情况下将对手击杀。他转头看向2人，我还差一点就能升到3级了，先去别的地方杀怪吧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平静的湖面不断向上冒着气泡，紧接着一道癫狂的笑声响起。队长，咱们2队的运气还真不错，没想到一来就碰上目标人物了，现在开始就可以好好玩玩了。见到来人，江凯连忙将脆皮奶妈护在身后，孩子们别怕，我们不是什么坏人，我们只是想拨开你们的胸膛，把你们吊起来放血风干而已。你们也可以选择被我们剥皮后引来人脸兽，把你们慢慢折磨到死。这次上头给我们的指令只有一个，就是要你们圣耀的所有新人都无法通过试炼。苏暖暖脸色巨变，江凯，我知道这些人，他们好像是专门虐杀新人的偷渡者，最低等级还是3级，最高的甚至达到5级。江凯现在的总属性勉强和4级探险者对抗，想对付5级的人，除非想办法赶紧升到3级，加上自己的翻倍天赋，才能与之一战，不然偷渡者头领眼神变得冰冷，一股浓浓的杀气弥漫出。弟兄们，
开始享受狩猎游戏吧。话音刚落，江凯脚下猛地用力，他自己一个人引开一部分偷渡者，柱子和苏媛媛一队，三人暂时分开逃跑。身后顿时传来偷渡者轻蔑的笑声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大难临头各自飞了。圣耀的人都这么怂的吗？过去2个人把那个独自逃走的家伙灭了，剩下2个人留给我们慢慢折磨。森林深处，3道身影急速穿梭，江凯的反应极快，每次都精准躲避攻击。自从转职成功之后，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狼狈。身后的小嘎嘎穷追不舍，你小子没力气了吧？马上就可以追上你了。突然不远处江凯的身影变得模糊，小嘎嘎顿时瞪大眼睛，两人连忙停下脚步，眼睛不停搜索附近。可是想到江凯只是一个新手菜鸟，两人脸上又露出残忍的笑容。这小子是想跟咱们玩抓迷藏吗？等会找到他，一定要先把他的脚砍断。就在这时，钢刺如同子弹一般划破空气，径直朝着小嘎嘎射去。小嘎嘎的反应也很快，在破空而来的过程中已经抬起手中长剑。这小子还想反抗，但区区新人的攻击，我随随便便就能防下。然而下一秒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挡在身前的长剑在接触到钢刺时瞬间断裂，强大的力量冲击让他发出一声惨叫，身体同时倒飞出去。无数大树在他身体倒飞的过程中不停倒塌，一旁的同伴足足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。喂，蚁人怎么飞走了？没事吧？待到走近一看，他瞳孔猛地一缩，只见小嘎嘎的身体被钢刺贯穿，身体也是狠狠撞击到远处树干才停下来。没等他继续诧异，身边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：一击就死，这就是你们偷渡者的实力吗？好像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强大。小嘎嘎瑟瑟发抖，你不是圣耀的新人吗？怎么会有击杀3级的实力？他操控手环查看江凯属性，等级2级，力量体质10点，敏捷精神力20点，暴击率不明，暴击伤害不明。他抬手指着江凯，我3级总属性才45点，你一个新人的总属性怎么可能就在60点左右？没等他说完，3根野猪短刺忽略防护符接连落在小嘎嘎身上，巨大的痛楚让他仰头怒吼，最后无力瘫倒在地。江凯冷哼一声，自己堪比4级探险者的总属性，击杀3级的偷渡者果然绰绰有余。刚刚他提出分开逃跑，也就是为了吸引少量偷渡者方便击杀，因为现在距离3级就差一点点经验了。根据之前在蓝星上了解到，只要击杀探险者，就可以在对方身上获取可观的经验值。果然，在2个小嘎嘎身体开始消散时， AI 智脑再度出现，恭喜成功击杀探险者，可拾取被击杀者腕表，并且可在被击杀者尸体消散前选择是否掠夺对方经验。目前您击杀2名探险者，每人可掠夺100点经验，您掠夺多少，对方将失去双倍经验。江凯满心欢喜，蓝星的资料果然没错，而且击杀探险者的经验要比杀怪多得多。他毫不犹豫，智脑，我要掠夺他们每人100点经验值。江凯等的就是这一刻，随着经验掠夺，期待已久的升级提示音同时响起，恭喜您升至3级。一股无形的能量不断注入江凯体内，一边感受着升级后身体产生的变化，一边打开属性栏，探险者江凯，职业赌徒，等级3级，力量12，体质16，敏捷24，精神力24。他弯腰捡起击杀偷渡者的野猪短刺，同时将对方的腕表一同摘下。现在总属性已经有76点，5级的偷渡者估计也才60点左右。江凯脸上露出恶魔般的笑容，那么现在我终于有实力回去就住死他们了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，原著的体力和精神力消耗一空，已经无法再次发动攻击，身上的伤痕不计其数。苏暖暖同样伤痕累累，几名偷渡者将他们团团围住，一个武徒一个医生。没想到刚来就碰上个圣耀的顶级职业，如此优质的职业，兄弟们更要好好享受，势必让他们不敢再次登陆鬼星。苏暖暖瑟瑟发抖，小声朝着原著开口。江凯被2个偷渡者盯上，你说他真的还会回来吗？原著纵使浑身是伤，但他坚信江凯的为人。虽然他平时在追求女生的时候总临阵脱逃，但要是碰上他的朋友或是亲人面临危险，无论多么绝望的情况下，他都一定会出现。果然，在一群偷渡者准备动手的时候，江凯眼露寒芒从树林中猛地窜出，他宛如杀神一般，一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出，手中的野猪短刺不断飞向偷渡者，每一根短刺都精准落在偷渡者头上。看到短刺，苏暖暖原本失去光彩的眼中再次亮起光芒。原著同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嘎嘎内心慌的一批，是刚才跑掉的那个家伙，有种出来和我正面对战。江凯的速度快到极致，此时整个队伍就剩小嘎嘎一人。然而他到现在都看不清楚江凯人在何处。突然他内心冒出一个想法，难道圣耀诞生了可以进入新手区的新职业吗？想到这，他脚下猛地发力，要是这样的话那得跑，必须跑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，折磨我兄弟，现在就想这么跑掉吗？把命给我留下。话音刚落，江凯手中钢刺狠狠甩出，顿时如同炮弹般径直射向小嘎嘎。这一击包含着他所有的力量，当钢刺与小嘎嘎后背接触的刹那，剧烈的爆炸却在胸前响起。随着小嘎嘎倒下，偷渡者小队宣告战败，所有人均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见到江凯回来，苏暖暖顾不上高兴，江凯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可是柱子哥伤得很严重，我现在的实力没办法治好这么重的伤。原著连咳几声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，江凯，但这次可能没办法再跟你们走下去了。和你们的冒险是我最美好的回忆，接下来你们就带着我的份努力通过试炼吧。闻听此言，苏暖暖不甘怒吼，
痛恨自己的无能。江凯长呼一口气，走到袁柱身前，紧接着将一名偷渡者狠狠砸在袁柱身上，差点就直接将他送走。你唧唧歪歪叫唤啥？我特地将6个偷渡者打残血，你们2个赶紧补刀掠夺经验，升级后就能满血满状态了。2人当即反应过来，鬼星上的确能通过击杀探险者获得经验升级。江凯微笑着说出最狠话：刚才这帮人怎么折磨你们的？你们补刀的同时给我折磨回去，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天道好轮回。话音刚落，2人同时露出恶魔般的笑容。听到3人对话，偷渡者躺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回礼可是咱们圣耀的一种传统美德，现在就是彰显美德的时刻。与此同时，L国偷渡者部门数据研究所内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刚刚圣耀有个新人将我们所有人反杀，下手比我们还要残忍，而且我们的经验还都被掠夺了。L 国的高层惊讶的合不拢嘴，究竟是什么情况？偷渡者们被虐成这样，难道圣耀出现能对抗偷渡者的新职业了吗？圣耀国数据研究所工作人员同样满脸惊讶。从苏暖暖传回的腕表数据来看，他们的小队肯定是遭到偷渡者袭击了。下一秒，苏兰兰震惊的瞪大眼睛，暖暖该不会已经遭遇不测了吧？老头的身体也是一颤，从来没有新人能从偷渡者手里逃脱，准备好他们的心理疏导吧。工作人员尴尬的咽了口唾沫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根据数据显示，暖暖他们遭遇偷渡者后不但没死，反而还都升级了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被吓傻了。怎么可能？碰上偷渡者不死还能升级？难不成偷渡者帮他们刷怪吗？只有眼前的工作人员看出端倪，他们要是只升1级，我还勉强相信他在刷怪，但数据显示，暖暖是一下连升2级。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暖暖他们反杀了一群偷渡者？话音刚落，手中水杯径直落下，老头猛地起身，速度快到极致，快把暖暖他们小队的数据给我看看。姓名江凯，等级不明，职业不明。姓名苏暖暖，等级3，职业医生。姓名原著，等级3，职业武徒。老头看着3人的信息，不由自主浑身颤抖，居然真的3级了。如果不是击杀偷渡者，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连升2级。暖暖是非战斗职业，武徒前期伤害也不高，难道这群偷渡者都是那个江凯打残的？这也太夸张了。可是直觉告诉我，肯定跟那个江凯有关，但他等级职业不明是怎么回事？也在此时，工作人员查到江凯信息不明的原因。探险者去鬼星都需要一个腕表来查询必要信息，但他用的是最老款的初代腕表。初代腕表的服务器早在10几年前就已经停止维护，如今已经很难连上网络，所以我们很难查到他的信息。老头憋不住笑出声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用初代老古董腕表，这小家伙实在有意思。所有人去给我搜集那江凯全部现实资料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物。探险者原著，职业武徒，等级3级，力量体质16，敏捷精神7。探险者苏暖暖，职业医生，等级3级，力量体质6，敏捷8，精神12。2人打开属性面板后都是一阵激动，特别是原著，没想到还真的可以靠升级满血复活，而且还获得职业技能旱地践踏，这一招拥有击飞附近敌人的能力。苏暖暖获得职业技能医者仁心，现在的治疗能力得到质的飞跃。江凯不由一阵感慨，不愧是武徒和医生职业技能，不花里胡哨，实用性极强。原著一脸坏笑凑了上来，江凯，我现在都比你高1级了，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像你这样虐偷渡者了？江凯咧嘴一笑，调出属性面板，小伙子还是太天真了，别以为3级就可以像我刚才那样对付他们，我现在都4级了，再好好看看我的属性。探险者江凯，职业赌徒，等级4级，力量16，体质20，敏捷精神力30。见到这个属性点，2人均一脸不可置信，你小子刚刚不是才2级吗？什么时候就升到4级了？而且总属性96点，都相当于8级探险者了。原著仰头怒吼，我快受不了了，又被这小子装到了。江凯细数了一下，刚刚逃跑的时候杀了2个偷渡者就升到3级，回到这里又杀了5个，还杀了一个5级的，所以才能这么快到达4级。不然他表情变得凝重，之前就听那个队长说过他们是偷渡者2队，接下来我们就去猎杀偷渡者1队吧。新手区森林深处另外一边，偷渡者1队的成员不断搜寻他国新手踪迹，在收到2队被他国新人灭队的消息，顿时所有人扑哧一笑，丢人现眼，我看他们直接退休得了。看着众人的反应，小嘎嘎队长发话了，别掉以轻心，上级既然说了这事，我们也要提防着点。可是其他人都不这么认为，新手区封顶也就5级，而自己队伍全都是5级的，在这里完全可以一路碾压。就在他们说话间，江凯3人已经成功尾随，原著瑟瑟发抖，他们9个人都是5级的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江凯两眼放光，这些可是行走的经验值啊，就算杀不了，保护你们撤离还是没问题的，况且不杀他们的话，他们就会对其他新人下手。话音刚落，江凯让队友原地警戒，自己一个箭步冲了出去，与其被动防御，还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小嘎嘎队长敏锐察觉到身后动静，大家小心，后面有人。小嘎嘎连忙抬起手环检测，可是下一秒脸上却扬起不屑的笑容。一个4级的新人能够活着抵达这个地方就不错了，居然还能升到4级，这没准就是那个灭了2队的人，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。所有人保持警戒，队形追上去，拿下他就是大功一件。江凯成功引起偷渡者的注意后转身就跑，就是没想到这些偷渡者还知道保持队形。之前他们的计划是由他进行诱敌，柱子找机会使用旱地践踏击飞所有人，苏暖暖随时应对突发情况，然后江凯抓住偷渡者被击飞的间隙将他们击败。
但现在偷渡者的队伍拉得太长，原著要是不能一下击飞所有人，剩下的都有可能会被他们逃走。不过就算如此，还好也提前想到另外一种对策，只是想要把他们全消灭干净，就可能需要他赌上一些血本来引诱了。不等众人反应，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，狂暴的能量凝聚在钢刺之上。江凯不退反进，冲向追击而来的偷渡者。见此一幕，小嘎嘎们均是瞳孔一缩，这小子太狂了！手中匕首猛地一挥，带出一道寒芒，凌厉的匕首瞬间划破江凯手臂。江凯啐了一口，果然得下点血本。他毫不停歇，挨了一刀之后，再次调转方向。这群人的聚集地依旧没有在原著的攻击范围内，靠近点，再靠近一点。他嘴里不断呢喃，同时迎面朝着敌人的方向跑去，紧接着灵活躲过所有人的攻击。这种微操把所有人都看呆了。小队长满脸不可置信，他们可都是新手区的极限等级，这个4级的家伙怎么可能无伤躲过所有攻击？突然，小嘎嘎颤抖的声音响起：“不对劲，队长，刚开始探测时间太短，没查清楚他的属性。但刚才我一直通过高级腕表检测他，虽然总属性还是查不清楚，但能看到他的敏捷属性似乎在30点左右。”闻听此言，所有人惊讶的合不拢嘴：“你不会是看错了吧？我5级敏捷还不到20点，要是他敏捷高我这么多，那还要怎么打呀？”小队长细思极恐，身体忍不住颤抖。腕表数据很难出错，若那个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敏捷，那他不就是假装被我们追上的？我们中计了，所有人快撤！无往不利的偷渡者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显得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在人群中传出：“一帮小可爱终于发现了，但你们的队形现在已经被我骗在一团。”这个时候想跑已经晚了。话音刚落，宁静的夜空中划过一道金色闪电，原著散发出璀璨光芒，如同陨石一般从天而降。旱地践踏发动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巨大的冲击将地面震得粉碎，同时所有小嘎嘎被震飞。等的就是这一刻，江凯嘴角露出残忍的弧度：“干得漂亮，柱子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”他的速度快到极致，在人群中不断穿梭，每一根野猪短刺都精准落入眉心。在所有人还未落地前，江凯的攻击就已经结束。他长呼一口气，痛快，一次性解决。见此一幕，原著彻底惊呆了，9个5级一下子全灭了。江凯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忽然提示弹出，探险者江凯击杀5名偷渡者，一共掠夺2000经验，在新手区经验达到封顶，升至新手区最高等级5级。江凯咧嘴一笑，终于到5级了。击杀的探险者每高1级，可掠夺的经验就翻1倍，一个5级的探险者足足能掠夺400经验了。现在属性点已经达到116点。他转头看向原著和苏暖暖，击杀探险者的经验真高，我现在等级已经封顶了。那边还留了4个残血的偷渡者，你们快补刀掠夺经验去。之前为了提升战力，都是我先刷怪拿积分升级，接下来就换我带你们刷怪拿积分，等你们也拿够积分，就是去终点的时候。闻听此言，两人大喜，那就干吧。队伍继续出发，越接近终点就能刷到越多积分，同时越靠近终点，怪物越可怕，甚至有新手区 BOSS 出现。忽然在3人不远处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靠近一看，只见2头人脸兽遍体鳞伤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原著瑟瑟发抖，是人脸兽的尸体，是被什么东西咬死了吗？他们身上好多咬痕。江凯目光一凝，天赋唯眼专注发动，刹那间绿瞳显得愈加明亮，仿佛整个世界流速都慢了下来。刚刚在远处就已经看到这边有道金光，似乎就是这金色生物杀了这2头人脸兽。闻听此言，两人顿时一惊，是什么样的生物能搞死2只人脸兽？现在人脸兽死了，那玩意不会奔着我们来吧？就在此时，金色生物果然出现，速度快到拖拽出长长的金光。这生物不断在3人中穿梭，每次从身边闪过，苏暖暖的衣物都被撕裂，而原著就没那么好运，每次都给他带来重创。紧接着金色生物调转方向，朝着江凯急速冲去。江凯微微一愣，这货居然盯上我了。原著焦急的声音响起：“江凯小心，那东西不仅快，而且伤害很高。”下一秒，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，啪叽一声，金色光芒在江凯身前炸开，全场死一般寂静。原本金色光芒消失，巴掌大的生物被他牢牢握在手中，一只小老鼠瞪大眼睛死死盯着江凯。江凯啐了一口，闹了半天，这不就是一只肥肥的胖老鼠吗？显然小老鼠听懂人言，在江凯手中疯狂叫嚣。没想到江凯直接松开手，你这小老鼠好像很不服气，那我放了你，给你再试试。感觉受侮辱的小老鼠瞬间暴怒，狂暴的力量从体内爆发而出，它不断变换位置，而且速度快到极致。金色光芒再次拖拽出长长的金光，一系列行为将原著吓傻了。你小子放手干嘛？那可是咬死2只人脸兽的怪物。然而没等他把话说完，江凯再次精准抓住小老鼠，他咧嘴一笑，对我来说这种速度太慢了，同时再次将手松开，就这样重复无数次。在江凯从母胎单身到现在，外加鬼眼专注和高敏捷，1秒可以抓住小老鼠数十次。原著嘴角微微抽搐，果然美女人的手速就是快。连续10分钟后，小老鼠举旗投降，彻底臣服。江凯满心欢喜，这小老鼠好像被驯服了，现在都不想逃了。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成为一等战力，但现在白捡2具人脸兽尸体还是很赚的。你们俩还差一点经验就升4级，快把尸体收了再找怪物刷，争取试炼结束前都升到5级。与此同时，试炼终点处，小嘎嘎一路翻山越岭，他嘴角微微扬起，终于到了新手试炼的终点。
小嘎嘎身穿斗篷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缓缓走上台阶。随着大门嘎吱一声打开，几名铠甲士兵走了出来。恭喜这位新人通过试炼，我们是新人接引官，欢迎你正式成为鬼星的探险者。但可惜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成功抵达，不过名字不重要，新人能通过试炼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忽然小嘎嘎冷哼一声，猛地拍开接引官，我确实不是第一个到这里的人，但你凭什么说我不是第一名？话音刚落，小嘎嘎摊开掌心，数不尽的怪物卡片出现在身前。见此一幕，接引官惊讶的合不拢嘴，一个新人怎么可能杀那么多怪物？要知道排名可是按积分算的，有这么多怪物尸体卡能兑换的积分可不少。见接引官愣在原地，小嘎嘎退下斗篷，我可是皇家二少爷，未来玄武工会的高层，早在来鬼星前就已经特训过了。今天我黄伟就把话放这，拿下试炼第一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一步，接下来只要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整个鬼星都必将是独属于我黄伟的时代。众人顿时傻眼，是大家族的话就不奇怪了，玄武工会乃圣耀10大工会之一，那恭喜你了。从积分来看，你现在不仅是这次试炼第一，甚至还可以进入整个圣耀的前10名了。与此同时，新手试炼区深处，江凯一行人很是疑惑，按道理越接近终点怪物会越多，可他们走了半天连一只怪物都没碰上，不可能被一只胖老鼠给吓跑了吧？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瘆人的低吟声，转头看去，江凯不由瞳孔一缩，密密麻麻的无影狼不知几时已经来到身后，而且在狼群的最后方还有一只体型庞大的无影狼王。江凯连忙开口，那是新手区 BOSS 无影狼王，原来没怪物，是我们闯入 BOSS 领地了。狼群行动迅速，仅是眨眼间就将3人层层包围。原著看向江凯，听说狼王是新手区从未被击杀过的最强生物，碰上只有死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江凯双手也止不住颤抖，狼群的数量实在太多，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话还能逃走，可现在还有柱子和苏暖暖，想到这他一个箭步冲了出去。柱子暖暖，我们跑不了的，现在只能拼死一搏，快一起配合击杀狼王。原著心领神会，双脚屈膝，黄暴的能量不断从体内爆发而出，在能量的加持下，他的身体如同炮弹般射向高空，旱地践踏发动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原著坦克般的身体重重落下，周围一定距离内的所有狼群瞬间给震飞。趁此机会，苏暖暖发动技能，给江凯的武器附加陆行蛇毒素。江凯的反应很快，毒素附加成功后，鬼眼专注，鬼手飞牌同时发动，钢刺划破空气，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急速射向狼王。然而下一秒，震惊的一幕出现，这么强力的一击被狼王轻松弹开，所有人彻底傻眼，用尽全力的一击都没能击穿狼王的防御。没等他们做出下一步动作，一道怒吼声传来，狼王指挥狼群发动总攻，顿时所有无影狼疯狂扑向3人，3人心如死灰，合攻狼王一点效果也没有。狼王防御太强，现在狼群围上来也杀不完。可所有人不曾察觉，江凯身上的小老鼠被战斗吵醒，无影狼再次扑向江凯的刹那，小老鼠已经睁开眼睛，转头看去，罪魁祸首已经近在咫尺。他瞬间起床气拉满，一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出。很显然，小老鼠也清楚，所有无影狼都被远处的狼王控制。他不断在狼群中穿梭，张开樱桃小嘴冲向狼王，扑哧一声，紧接着传来狼王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江凯满脸不可置信，那只胖老鼠竟然咬开狼王的皮毛了。他连忙发动鬼眼专注，只见小老鼠咬过的地方出现一道伤口。他拿出野猪短刺，刚才是因为狼王防御太高才导致攻击无效，但现在狼王的皮毛被破开了，只要往伤口处攻击，他的防御就形同虚设。既然这次攻击没有被砍开，径直插入狼王体内，江凯快速向前，同时再次拿出短刺，现在只要继续对着伤口攻击，就一定能灭了他。就在此时，狼王身上的一根短刺发出滋滋响声，触发200倍暴击，黄暴的能量从狼王体内爆体而出。江凯停下脚步，愣在原地，这什么情况？恭喜探险者江凯击败新手区 BOSS 无影狼王。他嘴角微微扬起，原本还想着打持久战，结果一个200倍暴击轻松搞定。回想一下也是，刷了好几天的怪物都没出现过一次暴击，现在来一次也不足为奇。没有狼王的操控，无影狼群放弃攻击，四散而逃。柱子、暖暖，你们还能打吗？现在没了狼王指挥，这群狼不过是待宰羔羊而已。想想他们刚刚是怎么对付我们的，别放过他们！杀！江凯话音刚落，原著就招呼苏暖暖朝着狼群发动技能。2人忍受这么久，这一刻得到释放，气势爆发，金色光芒缠绕，五图职业特性发挥到极致。不远处轰的一声巨响，江凯面对普通无影狼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，看着2人凌厉的攻击，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。不愧是自己看中的人。这场战斗整整持续1天1夜，地面上躺着无数无影狼尸体，然而3人一点疲惫感都没有，心里更多的是兴奋。没想到真的成功解决新手区 BOSS 还有狼群。江凯转头看向队友，刚才留下很多残血无影狼，你们赶紧补刀赚积分，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积分到手，接下来该去终点了。圣耀国鬼星领地，宏伟的建筑不断冲击着3人眼球，这里是圣耀国人在鬼星的最大活动基地。刚一进城，小老鼠连忙从江凯身上跑开。江凯轻叹一声，就还那小家伙自由吧，要是有缘，以后没准还能再见。新手试炼终点接待大厅广播响起，我是新人接引官夏涛，现在所有通关的新人都在这了，恭喜各位通过试炼。江凯询问小嘎嘎，长官，我能看看通关试炼的新人排名吗？没等士兵回话，
一道嘲讽的声音响起，没想到给我家打工的小卡拉米也来参加试炼了，不如我来帮你看看排名吧。排名列表弹出的同时响起小黄毛癫狂的笑声，看到没有，老子可是第1名，而你们也完美包下第1，不过是倒数的。旁人也投来不屑的目光，3个1分都没有的小卡拉米也好意思在这里问成绩。江凯眼神突然变得冰冷，他的妹妹为了给他攒钱来鬼星，就是在眼前之人家里打工，这小嘎嘎还居然多次骚扰，而且他们早就有过节，经常拿他哥哥生病的事情来羞辱他。江凯连忙拦住想为自己出气的原著，随后自己大步向前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在此通知所有人，排名马上要更新，因为前3名我们要定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死一般寂静，紧接着嘲笑声响彻整个接待大厅。江凯目光扫过众人，柱子暖暖，咱们不装了，摊牌吧。话音刚落，3人亮出怪物卡片，数之不尽的卡片瞬间出现在众人眼前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小嘎嘎身体不由连连后退。小黄毛瞪大眼睛，好多怪物尸体，不仅有人脸兽，还有这么多的无影狼，他们是捅了狼窝吗？还有这个难道是新手区的 BOSS 无影狼王？开什么玩笑，凭你们几个卡拉米也能击杀这么多怪物？3人无奈摇了摇头，是不是真的？看一下排名榜不就知道了。众人仔细看去，果然在江凯3人亮出怪物卡片之后，排名发生变动，而且他们真的包圆了前3。他们到底是在参加试炼还是在刷怪啊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江凯冷哼一声，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？长官，请问击杀偷渡者能算进积分里面吗？他一边说一边从背包中取出之前在偷渡者手上摘下来的腕表。士兵目瞪口呆，这些难道是 L 国偷渡者腕表？小黄毛放声大笑，他们露馅了，袭人是不可能击杀偷渡者，果然是一帮骗子。而且这次试炼哪有什么偷渡者，在场有谁见到过？除了他们3个，根本没有其他人看到过，他们一定在造假。长官，我建议取消他们的成绩，严查此事。就在此时，小黄毛身后传来声音，偷渡者的确出现过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而已。一开始我们也很惊讶，但上头让我亲自来嘉奖江凯3人，就说明事情的真实性。小黄毛认得此人，江中城副手卢俊，连这种大人物都来了。卢俊来到江凯身前，高层为了奖励你们解决偷渡者危机，决定破格提升你们的装备奖励。原本第2、第3名的奖励由 B 级改为 A 级，而第1名江凯的奖励由 A 级改成 S 级。闻听此言，江凯露出满意的笑容。原著和暖暖同样兴奋地握紧拳头，连连道谢。目前鬼星的装备分为 F 级到 S 级品质， F 级品质为最差， S 级则是极品。通常 B 级和 C 级品质的装备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而更稀有的 A 级和 S 级则是每个探险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反观小黄毛气得浑身颤抖，他不甘心江凯得到 S 级奖励就算了，还把自己从榜首挤到第4名，他歇斯底里，这个成绩一定有问题。那江凯一家都是下等人，凭什么比得过我？江凯目光一凝，上面的人都来证明了还不够吗？还有我警告你，别侮辱我家人，老子有说错吗？你们一家子什么都不是，一个病恹恹的哥哥，一个女仆妹妹，你也就是被我按在墙角打的小卡拉米，今天也敢骑到我头上了。要知道你那女仆妹妹还在我家打工，你敢惹火老子，当心哪天我就把她办了。不等他继续叫嚣，一道寒芒无声无息在胸口处划过，江凯愤怒到极点，滔天的杀意弥漫全场，所有人呆愣在原地。原著和苏暖暖也是惊讶的合不拢嘴，黄维可是来自全国10大公会之一的皇家，这江凯哪来的底气动手？小黄毛扶着伤口连咳几声，江凯，你敢对我出手，你知道接下来会面临什么吗？江凯转过头冷冷盯着他，你都放话要对我家人动手，我还会管你是谁？在这末世，家人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，只要有人敢动他们，不管是谁我都一定会出手，而且必定是下死手。提示弹出，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1级探险者黄伟，可掠夺6点经验，是否选择掠夺？江凯啐了一口，才6点经验可掠夺，所谓的大家族就这点实力，卢俊全程并未阻止，更是给江凯投去欣赏的目光。虽然有些莽撞，但不失血性，不愧是上头指定想见的人。他朝着众人大喊，刚才是黄伟先动手挑衅，江凯是自卫反击，这事就告一段落吧。江凯，你们3人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领取奖励。于是3人跟随脚步来到领取奖励地点，快打开看看吧，这就是上层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。咔嚓一声，身前的盒子被打开，一道璀璨的金光爆射而出。苏暖暖获得医生初期梦寐以求的装备生命玉石，生命玉石体质和精神各加15点，并且对治疗和制药有加成效果。原著获得黑岩犀皮甲，黑岩犀皮甲防御和力量各增加16点，还能降低16%的伤害，是攻守兼备的优质装备。最后是江凯，他咽了咽口水，打开盒子的手止不住颤抖。下一步，散发着金光的9把飞刀出现在眼前，紧接着提示弹出，未鉴定装备需鉴定。卢俊微微一笑，拿出鉴定卡。品质好点的装备一般都需要鉴定卡才行，拿去吧，我这里刚好就有。随着鉴定卡接触到盒子的一瞬间，提示再次弹出 S 级武器9节追命，提升9点力量、9点穿透力、9点敏捷，每使用1把追命，暴击率和暴击伤害都将提升10%，触发暴击后加成效果将被重置。卢俊有点看不懂上层安排，为什么会是暴击类武器？新人攻击力低，就算触发暴击伤害也不高，这 S 级似乎都不如 A 级。他轻叹一声，虽然有些麻烦，但我可以试试帮你申请更换奖励。江凯兴奋的浑身颤抖，换什么换？老子要的就是这个，
这装备哪里是坑，这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极品装备啊！要知道他的暴击伤害可不像常人那般只有2倍伤害，而是整整200倍。只要触发暴击，强如无影狼王也是一下凉凉。只可惜暴击概率极低，别人1分钟暴击10次，而自己10天暴击1次。遇上强敌的话，估计暴击还没打出来就死了。但有了这个装备就不一样了，每把打出都能增加10%的暴击概率，第9把甚至增加到90%，可以说是必定出暴击的，简直就是赌徒完美的专属神器。卢俊也替江凯开心，你喜欢就不换了。现在你们通过试炼，想回蓝星随时可以回去。随后意味深长拍了拍江凯肩膀，只是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下，接下来可能有人会去找你，我劝你回家时最好小心一点。蓝星圣耀国江中城贫民棚户区，江凯骑车直奔家里，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就通过试炼，也不知道大哥和妹妹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。突然不远处的一幕吸引了他的目光，贫民区怎么来了这种级别的豪车？这是谁发达了吗？然而他也没有多想，径直朝着家里走去。他满心欢喜朝着屋内大喊：我回来了，你们猜猜我的新手试炼怎么样了？话音刚落，江凯整个人愣在原地，狭小的房间内5名小嘎嘎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死死盯着他。下一秒一道冰冷声音响起，等了半天终于有人回来了，听说你小子今天在新手试炼里面很是威风啊。江凯认出眼前之人，身体下意识后退，你是黄伟的哥哥黄达，你们想做什么？没等他做出下一步动作，身后被人推了一把，啪的一声，房门被重重关上，紧接着2名小嘎嘎将他按倒在地。黄达拿着棍子来到江凯身前，江凯，你知不知道我弟弟被你在鬼青上击杀，现在回来都被送去心理治疗了，从来只有我们黄家欺负人，还没人敢欺负到我们头上的。突然他脸色一变，所以你能让黄伟1个月无法上线，那我就能让你一辈子上不了线。黄达没再啰嗦，话刚说完就一棒子朝着江凯脑门砸去。江凯双手被人死死架着，毫无反抗之力，他眼里满是不甘和愤怒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房门被猛地踹开，刚好撞在2名小嘎嘎身上。这还没完，巨大的冲击力连同江凯身前的3个人也被撞飞。黄达怒喝一声：哪个不长眼的家伙！来人缓缓开口，江凯，我有让人提醒你回家注意点的吧，你怎么就没当回事呢？小嘎嘎怎么也想不到，江中城军区的最高指挥官魏婴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来到棚户区？魏婴的眼神极度冰冷，一股霸道的气息弥漫出。我们是为了江凯而来，今天你们是惹了不该惹的人了。同时苏兰兰拿出军令，厉声喝诉：都别动，军方办事。小嘎嘎身体不由连连后退，怎么可能？总指挥竟然为了这个江凯而来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直到他被羁押上车都想不明白，明明就是一个穷小子，为什么上面的人要罩着他？江凯也不明白江中城的这种大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还给自己解围。魏指挥，感谢你们今天救了我，只是不知道你们为什么。没等他说完，魏婴开口打断：别紧张，我们找你其实也是有目的的。这次的新手试炼，你和原著还有苏暖暖表现优异，在你们下线后，我们的人已经前去邀请原著和苏暖暖加入军方了。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我们此次前来也是想邀请你的，毕竟你应该是新职业吧？你知道一个新职业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吗？目前鬼星探险者的职业有很多，每个探险者每升20级都会面临1次转职，其中每次转职，探险者的属性技能都会发生变化，有些会变得更强，有些反而变得更弱。就目前而言，已经很多职业转职到后期就基本没用。所有为了找出更强的战力，上层一直都在发掘新的职业，而你拥有的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新职业。所以江凯，你愿意以新职业的身份加入我们吗？随后他向江凯深鞠一躬，很抱歉，在来之前我们已经调查过你家人的资料，知道你哥哥生病了，我们没有强迫你的意思，但只要你现在答应加入我们，我们不但会保你一家，甚至连你哥的治疗费用都会全部承担。言尽于此，两人觉得十拿九稳，转身就走。你去鬼星是为了你哥的治疗费吧？答应的话，明天就来找我们报到吧。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江凯轻叹一声，已然下定决心，抱歉，我拒绝加入你们。闻听此言，两人同时停下脚步，满脸不可置信看着江凯。江凯知道加入军方是好事，但那是对于确定了未来发展会很强的职业而言，比如柱子的武徒和暖暖的医生。但他不一样，他可是新职业。记得当年出现酒鬼这个新职业的时候，也是受到了军方的高度重视。当时军方大力援助酒鬼，酒鬼一时如日中天。但当军方发现酒鬼发展下去的作用不大时，酒鬼就被军方无情抛弃。看看酒鬼现状，转制成酒鬼的下场和乞丐无异。这次是我兴奋过头，疏于防备，没想到皇家会不顾形象直接动手。我们会尽快搬离皇家掌控区域，真的很感谢你们出手相助。但我们兄妹三人一起相依为命10几年，我们还是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不是完全寄托于他人的保护。面对他们的诱惑，江凯一口拒绝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他的新职业未来充满不确定性，不想跟酒鬼一样被捧高，最后却被无情抛弃。不像苏兰兰。魏婴满脸欣赏看向江凯，我懂你小子的意思了，10几年的人生遭遇养成的习惯，不是3言2语就能改变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哥可没有多少时间了，而且你也知道，在这个末世里，想要做独行侠是行不通的。魏婴坏坏一笑，提出对赌要求，在接下来1个月内，我们依旧会保护你家不受皇家骚扰。如果你能在1个月内赚到你哥的治疗费，证明自己有保护家人的实力，让你加入我们，事情可以取消。若赚不到，我们还是会承担你哥的一切费用，助他续命。但你也必须加入我们接受考察。魏婴说完后，全场陷入死寂。足足1刻钟之后，江凯咧嘴一笑，他最后欣然答应。
无论最后输赢，他哥哥都能得到治疗，家人都能得到保护。夜晚棚户区内，江凯如今面临跟魏婴的赌约，必须快点回鬼星给哥哥赚到治疗费。他在屋子到晚上，无奈兄妹两人都还没回来，只能留下字条先行离开。他片刻不敢耽误，皇家虎视眈眈，兄妹三人不能继续住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，必须搬到安保级别更高的区域去，以保证安全。所以他这次重回鬼星任务繁重，不仅要赚到哥哥的治疗费，还要赚到搬家的钱。鬼星圣要成人山人海，通过新手试炼后，在鬼星的冒险就正式开始。回到鬼星，江凯焕然一新，在交易区换了一身装备，便于在鬼星打怪赚钱。当务之急是先加入一个公会，虽然在新手区出尽风头，但自身实力去到哪里都是未知。因为鬼星上怪物强大，单人去打怪基本必死，所以新人探险者都必须加入公会组团打怪。毕竟公会就是一个团体，入会后新人就能跟随团队成员一起提高生存率，就看看有什么公会可以加入吧。他满心欢喜推开公会大门，冲着接待员说道：“您好，我要加入公会。”接待员一眼认出江凯，脸上尽显尴尬：“不好意思，您是江凯吧？目前您一个公会也加入不了，因为您得罪了皇家，您现在已被所有公会列入黑名单了，所以不出意外的话，您以后只能一个人单挑鬼星了。”圣药城安全区郊外区域选择地，一支支队伍随处可见，只有江凯孤身一人显得格外异样。得罪了皇家，就没有一个公会肯收他。难道冒险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叫住了他：“这位靓仔，请问您是在为去哪个区域打怪而犯愁吗？”29级探险者无言，职业算命先生，我可以为您算出最佳去处，一次只要100鬼星币。江凯呆愣愣站在原地，穷得叮当响的他怎么可能花这个钱？他转身挥手告别：“抱歉，我是无神论者。”见江凯要走，小神棍顿时急眼：“靓仔别走，您可以砍价的呀，50也行，30也可以，或者我给您免费算上一卦，就当开业活动也行。”话音刚落，江凯顺身搬回到小神棍身前：“免费的话就麻烦您了，其实我这人还挺迷信的。”小神棍长叹一声，说到免费就回来了，算了，就当熟练技能吧。手中八卦罗盘疯狂旋转，紧接着一连串晦涩难懂的咒语从他口中传出，随着阵法成型，耀眼的光芒从罗盘上亮起。靓仔，你现在处于危机之中，若不想被危机缠上，我建议你去国王山谷。江凯陷入沉思，确实自己处于被皇家盯上的危机中，因为这里是安全区，规定不能杀人，皇家才迟迟没有动手。一般新人首选冒险地都是1到10级的灰烬平原，皇家大概率会派人在那里蹲守。而太平山倒是15级以上探险者才会去的地方，现在去不用皇家动手，碰上怪物立马凉凉。至于国王山谷是10级以上区域，以目前实力应该勉强可以应付。想到这，他嘴角微微扬起，皇家大概也没想过在那里埋伏。既然不让我加入公会，那我就单挑鬼星给你们看看。他下定决心，一头冲向国王山谷，还不忘回头跟小神棍致谢：“谢谢你的指点，我就以国王谷为第一个目标了。”见此一幕，小神棍惊讶的瞪大眼睛：“我说的是组团去啊，国王谷是什么地方？他一个新人独自进去，不是纯送死吗？”他连忙收拾东西溜之大吉，生怕一会江凯回来找他算账。国王山谷内，这里的怪物保底10级以上。江凯一路谨慎前行，手里紧紧握着刚得到的9节追命。忽然一道怪物怒吼声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循声望去，顿时瞪大眼睛。巨力黑猿，等级11，力量172，敏捷142。这怪物不仅力量强，而且敏捷还高。轰的一声巨响，一整个小队的人通通被震飞。小嘎嘎大声说道：“大家坚持住，这巨力黑猿是11级的，我们都是10级，拼命一点应该能拿下。”一声令下，几人连忙出招，盾战士一马当先，剑士紧随其后，牧师不断给队友释放 buff， 最后是弓箭手远程搭弓射箭。江凯躲在远处石壁后注视整个战斗过程，这就是探险者的团队战斗吗？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激烈，而且这国王谷的怪物看起来好强，不知道碰上能不能打得过。就在这时，他不由身体一颤，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，转头望去，3头巨力黑猿眼放红光，正死死盯着自己。江凯连忙后退，拉开安全距离，真的是想什么来什么。他打开冒险者腕表，查看怪物属性：巨力黑猿12级，巨力黑猿13级，巨力黑猿14级。一连串危险警报不断响起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处战场，随着巨力黑猿倒下，小嘎嘎振臂欢呼，同时提示弹出：天界小队成功击杀11级巨力黑猿。队长，我们4个10级能打11级黑猿没减员，这战绩去到哪里都能吹上一阵子了。小嘎嘎咧嘴一笑：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谁当的队长。没等他继续得意，身后传来激烈的打斗声，众人齐齐扭头望去，顿时豆大的汗水从脸颊滑落。江凯一人以1敌3，不断在3头黑猿中间穿梭反击。他啐了一口：难办了，我这是误闯入他们的领地了吗？队长，他居然一个人在和3头黑猿战斗，而且每一只都比我们打的等级高，我们要过去帮忙吗？小嘎嘎连声阻止，那人肯定是不小心一次性引到3头，我们还是赶紧走。忽然轰的一声巨响，巨力黑猿庞大的身体急速倒飞出去，提示随之弹出，击杀一头12级巨力黑猿。江凯连忙停下准备射出的9节追命，他脸上止不住露出笑容。追命每把都提升暴击率，再打出去的第5把就触发超级暴击。不远处的天界小队全部呆愣在原地，无法想象他们4个人使出浑身解数才击败的巨力黑猿，江凯3两下就秒掉了，同伴被击杀，剩余的2头黑猿愈加愤怒，
江凯依旧利用自身敏捷优势，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。既然真的有能力击杀黑猿，江凯就开始思索接下来的反击。突然，他猛地一个转身，在两头黑猿扑上来的前一秒，手中追命急速射出，下一秒，一声惨叫声传来，强大的力量冲击让他身体倒飞出去，仪式再次弹出，击杀一头13级巨力黑猿。这次仅仅只靠一把追命家的10%暴击率就触发超级暴击，这一幕再度震惊所有小嘎嘎。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剩下这头是14级的，我不信他还能继续杀。现在江凯只剩下3把追命在手，但精神力和体力也都快消耗完，继续再遛弯已经行不通。只见他右手拿出3把追命，左手从空间中取出大量野猪短刺。此刻赌徒性格再次暴露，他只能赌他是被黑猿一掌拍飞，还是在被拍飞前尽可能增大暴击概率杀了他。鬼眼专注，鬼眼飞牌同时发动，3把追命和无数短刺精准射向最后一头黑猿，又是轰的一声巨响，剧烈的攻击直接忽视防御炸裂开来。江凯停下脚步，双手拳头紧握，倾尽所有武器，真的让他赌出暴击了。提示再度弹出，成功击杀14级巨力黑猿。天剑小队的人彻底石化，他真的把3头黑猿都杀了。10几人以上的团队都很难连杀3头吧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江凯来到黑猿尸体旁收回追命，这里的怪物也没想象中难打嘛，一下子就3张尸体卡到手，看来一个人在鬼星刷怪也行得通。他毫不停歇，也没有理会一旁的小嘎嘎，直接转身离开。良久后，小嘎嘎才反应过来，被他跑掉了。碰上这种大神，一定得攀上关系。一开始是谁拦着不让我去帮大神的？真是后悔死我了。与此同时，灰烬平原上，一大群人聚集于此。算命职业的胡言被人死死掐住脖子，3个20级武徒，一个20级士兵，一个20级医生。他们是皇家玄武工会里赫赫有名的猎鹰小队。小嘎嘎咧嘴一笑，听说是你最后见过那个江凯，赶紧告诉我们他在哪。他艰难从喉咙里挤出一丝声音，你们想找他做什么？此话一出，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。这不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吗？江凯惹了皇家，我们是皇家派来报仇的。胡言这才恍然大悟，江凯去了国王山谷，想找他的话可以去那边。小嘎嘎也不墨迹，一把将胡言扔到一边。我们可以信，但要是找不到人，你就等着好看。众人瑟瑟发抖。猎鹰小队可是皇家20级探险者里的顶尖小队，出动这样的人，这江凯看来是玩完了。胡言不以为然，只听他嘴里不断传来瘆人的笑声。对于没礼貌的人，算命先生可不会说实话。刚才我暗中给他们算了一卦，算出他们这次去找江凯的结果，大概率是死。1天后，国王山谷内，江凯1天下来总共击杀16只巨力黑猿，同时也将等级提升到6级。而且这些巨力黑猿的尸体能卖不少，虽然刷起来很辛苦，但只要继续坚持刷下去，他哥哥的医药费就有着落。想到这，他不禁嘴角微微扬起。正想着呢，突然背后传来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：“那边的小子想加入我们一起狩猎吗？”来人连忙表明来意：“我们这里有3队人马在组团狩猎精英巨力黑猿，打赢了有精英宝箱，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一起分了，怎么样？有兴趣加入我们吗？”江凯一脸无奈，团队狩猎，但他没有队伍，只有自己一个人。小嘎嘎连忙继续劝说：“我们正巧就只需要1个人手就够了。”国王山谷更深处，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悬崖边上，看到了吗？那边有4只精英巨力黑猿，他们守护的洞穴里就有精英宝箱，但4只精英黑猿太强了，我们只有3个队伍，还需要你去把剩余的1只黑猿引开。只要你成功引开1只，再等我们3队分别解决完目标，你回来就能一起分宝箱了。说起精英宝箱，江凯同样是垂涎3尺。据说精英宝箱里面有许多好东西，比起怪物尸体可值钱的多，必须想办法拿下。但面对必须组团才能打的强大精英怪，他们居然想让我独自一人引开1只，分明就是想让我回不来，这样他们3队就能吃下4队才能打的宝箱。不过现在已经上了贼船，不答应恐怕也走不了。紧接着他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：“我同意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”闻听此言，小嘎嘎高举手中长剑，大声喊道：“那就行动起来吧！大家注意好各自目标。”江凯丝毫不惧，就算要独自面对1头精英怪，也是一马当先。山下的精英巨力黑猿被动静惊醒，顿时起床气拉满。小哥快干活，你先引开1只。江凯眼神狠厉，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计划。鬼眼专注，鬼手飞牌同时发动。见江凯成功拉到仇恨，小嘎嘎放声大笑：“那小子真的做到了！这样一来就少了1队跟我们分宝箱了。现在安安稳稳1队1只，兄弟们都给我玩命上！”顿时山谷内战斗声此起彼伏。远处的江凯啐了一口，这群家伙也太会算计人了。这精英黑猿的属性比普通黑猿高上好几倍，换成普通探险者来吸引仇恨，必死无疑。不过我可不是普通探险者，他的速度快到极致，停下脚步的瞬间，鬼手飞牌发动，9节追命尽数而出。飞猿不闪不避，宛如坦克般的身体硬是扛下所有飞刀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的身体像是被定住一般，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，狂暴的能量冲天起，剧烈的爆炸瞬间将精英黑猿吞没。同时提示弹出，成功击杀15级精英巨力黑猿。江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没想到就算是精英黑猿也扛不住1次200倍超级暴击。那么接下来轮到我来利用他们得到宝箱了。另一边战场，小嘎嘎配合默契，近战轮流吸引仇恨，远程攻击不断输出。3头黑猿也只剩下2头。就在这时，
小嘎嘎余光见到江凯偷偷潜伏到山洞口，没等他做出下一步反应，凌厉的攻击瞬间将他击飞。趁此机会，江凯快速走进山洞，只见洞穴正中间高台上赫然摆放着一个散发金光的宝箱。他满心欢喜，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来了，而且真的有宝箱，看起来应该能值不少钱。有了它，也不枉我方才独自引开那只15级的精英黑云。正开心时，一股不明液体滴落在他肩头，江凯脸色变得苍白，只觉得心头一颤，身体止不住打起冷战。好在反应极快，向一旁闪。原本站立的位置被黑猿一拳砸出一个巨坑，他咽了咽口水，这洞里怎么还有一只20级的精英黑猿？那些人战前没探测到吗？20级怪物，土元素精英巨力黑猿，级别危险。桀桀桀的怪笑声响起，精英黑猿脸色极具狰狞，下一秒瞬身般来到山洞出口，将去路堵住。江凯毫不犹豫，高高跃起发动攻击，居然还知道挡住出口，那只能先战斗。然而让他震惊的一幕出现，所有飞刀落在黑猿身上全部被弹飞，甚至打在眼睛都无法造成伤害。提示弹出，土元素精英级巨力黑猿，23点防御，当前攻击无法穿透目标体表防御，无法造成伤害。江凯的追命穿透只有9点，穿不了23点防御，必须像狼王一样先穿透体表才行。眨眼间，黑猿用力一跃，闪现到江凯头顶，手掌猛地向下挥，砰的一声，强大的力量冲击让他发出一声惨叫，同时身体如同炮弹爆射而出，烟尘中传出剧烈的咳嗽声。江凯倒在地上无法动弹，只觉得真的好痛。属性上相差太大，我不会是要死了吧？在鬼星上死亡会被惩罚，需要等1个月后才能再次登陆鬼星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和魏指挥的1个月约定将会直接输掉，那这样就连带着哥哥妹妹都得被迫依附于他们，好不甘心。但现在真的好困。10年前兽神战场上，非亲非故的大哥救出江凯还有妹妹，他抱着江凯不断奔跑，就算时隔10年，江凯还清晰记得那一幕。大哥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，千万不要睡过去，要努力保持清醒，大哥哥一定会把你们从战场上救出去。往事重现脑海，让江凯身体一震，原本已经昏过去的他缓缓抬起头来，我怎么能想着放弃？大哥当初在兽神战场拼死救下我和妹妹，所以我又怎么能在这里倒下？忽然，一道极致霸道的气息从他体内弥漫而出，然而下一秒，一个让人震惊的画面出现，黑猿把江凯扔进嘴里，随后仰头一口吞了下去，最后满意的咧嘴，发出桀桀桀的怪笑声。可就在这时，狂暴的能量从口腔内爆发而出，那原本无法造成伤害的黑猿砰的一声脑袋炸裂，如同坦克般的身体瞬间无力砸向地面。提示弹出，成功击杀一只20级土属性精英巨力黑猿。只见江凯单膝跪地出现在黑猿尸体前，他果然成功了。虽然土元素黑猿体表防御高，但体内口腔的防御就另当别论，只要攻击他口腔内部，就不需要理会穿透防御。就像当初破皮狼王一样，他忍住剧痛咬牙起身，但脸上抑制不住露出笑容。金银宝箱就归我了。半个小时后，随着洞口最后一只黑猿倒地，爆发出阵阵欢呼声。他们还不忘感谢江凯，多亏了他引走一只，不然我们还真拿这些黑猿没办法。那小子肯定也挂了，我们还能少一个人分宝箱。走吧，宝箱可都在里面等着我们呢。待到他们踏进洞内，众人顿时齐齐停下脚步，愣在原地。怎么回事？宝箱呢？金银宝箱怎么没了？小嘎嘎颤颤巍巍开口说道：“老大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在战斗的时候，我好像看见那小子偷摸进山洞了。我以为我当时是看错了，我不觉得他能独自一人面对黑猿还能活下来。眼看宝箱没了，所有人怨声四起。队长，虽然现在宝箱没了，但您答应的工资还是要给我们啊！”小嘎嘎队长愤怒爆了句国粹。原来到最后是我们被那小子算计了。国王山谷另外一边，江凯急速逃离现场好一会，确认甩开那帮人后，才停下脚步查看宝箱，来看看金银宝箱里面有什么吧。咔嚓一声，宝箱应声而开，紧接着无数装备还有宝石散发出耀眼金光。江凯眼神巨变，太棒了，居然有这么多矿石，而且还有装备，发财了发财了！这些东西在鬼星的价值可比怪物尸体大太多了。忽然江凯眼前一亮，在宝石堆里还有一件装备，一双带有火焰标志的手套，他毫不犹豫直接穿戴在手上，同时一脸疑惑，这是攻击类型的装备。下一秒，一股难以置信的力量从手上传来，戴上后江凯感觉敏捷和力量均得到提升，不仅身体更加轻盈，而且更有力量。他看向远处，从背包拿出野猪短刺试试威力，左手猛地向前挥，3只野猪短刺爆射而出，在破空而出的过程中，短刺上附带上一层火焰。见此一幕，江凯轻叹一声，原来是给武器附着普通火焰的装备吗？在鬼星上，火焰有很多种，特殊的火焰能在战斗中给对手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，而普通火焰伤害很低，几乎不能拿来战斗，只能用来做照明或烹煮食物。江凯无奈摇了摇头，难不成这玩意以后只能拿来烧烤了？就在这时，树林里连续传来怒吼声，紧接着手中腕表不断响起危险警告声。4头18级土元素精英巨力黑猿红着眼出现在江凯面前，江凯连连后退拉开距离。这些巨力黑猿是他是手套的攻击给击中了，刚刚对付一只土属性黑猿都陷入苦战，现在一下子来了4只，只能像之前干掉的那只一样，专注于他们的口腔攻击了。下一秒，让他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，黑猿的反应极快，在攻击落下的前一秒机智的闭上嘴巴，所有飞刀撞击在牙齿上全部被弹开，提示随之弹出，无法穿透防御，
造成的伤害为0。江凯瞪大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，这几头黑猿居然在遭受攻击时知道护住嘴巴了。他毫不犹豫，直接转身逃离。就算黑猿现在张嘴给他打，手里的追命也不够杀死4只。难道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吗？然而江凯不知道的是，他是手套时野猪短刺附带的火焰攻击落在黑猿身上，虽然伤害不高，但胜在持续性。待到他反应过来，黑猿身上的火苗已经开始扩散。此时黑猿惊慌失措，疯狂拍打身上不断扩散的火焰。忽然他猛地瞪大眼睛，无尽的火焰冲天而起，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仅是刹那，火焰就将黑猿整个淹没。这还没完，黑猿庞大的身体倒下之后，狂暴的火焰依然在不断释放伤害。这一幕连江凯自己都看呆了，更何况是余下的3头黑猿。他们瑟瑟发抖，呆呆看着自己身上的小火苗开始逐渐扩散。下一秒，轰的一声巨响，肆虐的火焰同时爆发，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火焰，巨大的余波甚至将江凯逼得连连后退。他看着前方横七竖八的尸体，满脸不可置信，怎么忽然全都死了？提示弹出，成功击杀4头土元素精英巨力黑猿。江凯似乎想到什么，刚才好像看见火焰的伤害从10变成了2000点。他一边收集尸体一边思索，这2000的伤害不就是10的200倍吗？难道说这手套打出的普通火焰也能完美继承200倍暴击伤害，并且还能让火焰扩散造成群伤？要知道普通火焰的威力虽小，但只要怪物没有补抗，那伤害就能无视怪物防御，每秒能烧2000点伤害，直接就可以化身火焰法师了，简直又是一件专属神器，而且还是群伤的。想到这，他嘴角露出残忍的弧度。如果已经不用再担心穿透问题，那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？就在当天晚上，在国王山谷疯狂屠戮，黑猿们见证了他们的至暗时刻。凡是带有血条的黑猿无一幸免，方圆10里寸草不生，宝物不留。第二天，一大片焦土之上，江凯脸上恶魔般的笑容才慢慢收敛。一个晚上杀了近100头黑猿，终于将等级提升到7级。探险者江凯，职业赌徒，等级7级，力量28，体质32，敏捷48，精神力48。他兴奋地拽紧拳头。目前手套的火焰伤害在群伤上也已经是20级以内无敌了，而且他还刷到10个精英宝箱，加上一大堆黑猿尸体，这波是赚到盆满钵满。忽然他轻叹一声，无敌就是寂寞，一个人在鬼星单刷还真有些孤单，真怀念和柱子暖暖一起战斗的日子。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，不过他们2个有上面做靠山，混的应该要比我好吧。国王山谷另外一边，愤怒中的柱子莫名打了个喷嚏，怎么这里也没有？到底是谁刷光了国王谷的黑猿啊？他们也怀念跟着江凯刷怪的效率，从他们进入山谷到现在一头黑猿也没碰上。突然身后传来声音，你们2个不许垂头丧气，当初你们之所以能刷怪，是因为在新手试炼区，而对于你们新人目前的水平，这里就是高等级怪物区。那个江凯带你们来这里指不定多惨，我特意腾出时间带你们过来历练，不是来听你们抱怨。与此同时，皇家的猎鹰小队同样疑惑，来到国王谷已经几天，就只找到眼前这几头普通黑猿，这几头普通黑猿还不够我们热身的。黄伟少爷让我们来杀那江凯，简直大材小用。话音刚落，不远处传来嗤笑声，一人单杀一只确实不过如此。天剑小队的人看着猎鹰小队，前几天我们还看到一个大神同时单杀3头巨力黑猿呢。众人眉头一紧，循声望去，一人单杀3头又如何？大概对于你们这种低等级的人而言吧。说完，他从腕表投影出江凯画像。我问问你们，有没有在国王谷看见过这个人？小嘎嘎眼前一亮，他就是我们说的一人单挑3头巨力黑猿的大神，嘎嘎帅的那种。此话一出，引得哄堂大笑。他就一个5级新人，别因为嫉妒就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天界小队也懒得废话，转身离开。不信你们就去找找看，我们刚还撞见他要出国王谷呢。闻听此言，猎鹰小队的人均露出病态般的笑容。你们的意思是江凯就在这附近？害得都在这破地方转了好几天，也是时候给黄伟少爷一个交代。此时国王谷的出口处人满为患，所有人这次来国王谷愣是一头黑猿都碰不到，只能全部人退出山谷，等山火熄灭，等怪物再次刷新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一人刷光所有怪物的罪魁祸首路过，3天时间刷光黑猿，等级也提升到10级，还拿下19个精英宝箱。10级以前，每次提升1级经验都要翻倍，可达到10级以上，每10级升级所需经验就都是固定的。比如10到19级是28888点，而20到29级所需的经验值才会再次上升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：“江凯，你给我站住！昂头露尾那么多天，你让我们找的好苦啊！”这是皇家玄武工会的精英级猎鹰武队，平常人都闻风丧胆，唯有江凯丝毫不惧。他冷冷盯着对方：“你们是皇家派来找我的吧？”小嘎嘎抽出腰间佩剑：“你在新手试炼中得罪谁还记得吧？就你这小卡拉米也敢惹黄伟少爷，今天我们就是来要你的命！你也不要怪我们，是黄伟少爷给的太多了。”江凯快速后撤，新手试炼是黄伟先动的手，我只是反击。既然你们为了利益是非不分，那我也不必留手了。话音刚落，狂暴的能量弥漫而出，同时手臂猛地向前挥，5把追命猛地射向小嘎嘎。然而猎鹰小队众人反应极快，只是微微侧头就躲过攻击。只不过江凯的目的已经达成，飞刀所附带的火焰效果已经落在他们身上。一旁观战的人投去鄙夷的目光，猎鹰小队所有人同时动手。我还以为对方有多强呢，这种火焰是要给人家点烟吗？江凯咧嘴一笑，我这火苗现在的伤害是低了，但要是能让这伤害翻倍，仅仅3秒，小嘎嘎就察觉到异样。第一次暴击触发，轰的一声巨响，
无尽的火焰冲天而起，刹那间爆炸就将其淹没。紧接着火海中暴击不断触发，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响彻全场。小嘎嘎脸色苍白，这普通火焰的伤害怎么那么高？他们瑟瑟发抖，看向自己身上的小火苗。下一秒，冲天的火焰再次爆发，巨大的痛楚让他们仰头怒吼。这还没完，剩余2人同样触发暴击，爆炸声不断响起，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火焰。仪式弹出，探险者江凯团灭猎鹰5队，可掠夺队伍经验。江凯如同杀神一般缓缓走向几人。既然你们非要赶着给我送人头，那这份孝心我就收下了。开始掠夺经验。此时围观人群都惊讶的合不拢嘴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可都是20级的顶配精英队伍，一瞬间就被这小子团灭了。他到底是什么人物？为什么连腕表都无法评估他的属性？不然小嘎嘎联想到什么？难道他用了什么道具屏蔽外人探查的火法大神？对于旁人的目光，江凯毫不在意。他看向经验条，长呼一口气，从猎鹰5队身上掠夺的经验让他连升2级。他默念召唤智脑，那些人为什么都查不到我的属性？智脑也立即给出解答，因为赌徒的加倍天赋增加了太多额外属性，导致和同级别的人属性相差太多，才造成外人的腕表无法评估。闻听此言，江凯冷哼一声，侧目看向身后众人，外人探查不到更好，省得被人眼红给盯上了。鬼星圣药城物品交易处，江凯第一时间就是要出售这几天的收获。我想出售打到的装备，麻烦您算算值多少钱。工作人员看到是新人，露出不屑的表情，就你这穷酸样能有多少东西卖？下一秒他就瞪大眼睛，密密麻麻的巨力黑猿的尸体卡片出现在江凯身前。见对方愣在原地，江凯咧嘴一笑，这只是第一批。话音刚落，又是一大堆卡片出现，这是我打到的19个金银宝箱。他探出头来，请问还能看到我吗？我想问下这些一共值多少钱？工作人员兴奋的止不住颤抖，这小哥是从狩猎工厂出来的吗？别人都是按个头卖，他怎么是论批出售啊？他连忙晃了晃脑袋，老娘是这里的销冠，今天你找我算是找对了。这是无数巨力黑猿的尸体卡牌，这是江凯扫荡整个国王山谷所得到的宝箱。计算器的噼啪声不断响起，经过一番统计，萧冠看着单据，双手止不住颤抖。这是他从业多年接到的最大单子。这位大客户，您的尸体卡牌值1万鬼星币，而金银宝箱里面的东西值17万，两个加起来一共18万鬼星币。鬼星币是鬼星货币，1鬼星币能换10圣药币，换算下来就是180万。江凯从交易所出来后，嘴角忍不住扬起。现在他大哥的医药费已经够了，和魏婴的赌约也算完成，而且也不用加入他们。就在他满心欢喜想直接回蓝星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：上次我推荐你去国王谷没错吧？你应该收获满满，还宰了几个没礼貌的家伙，对不对？江凯点了点头，你的建议确实帮了我大忙。闻言，小神棍露出笑容，那能不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？就是我想加入你的队伍，请让我今后和你一起并肩作战好吗？话音刚落，江凯直接转身离开，小神棍也没有过度纠缠，只是默默低下头长叹一声，果然还是这样，被上面定义为没用的角色怎么会有人要？他冲着江凯大喊：我知道你喜欢免费的东西，你要我身上的装备吗？免费送你，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来鬼星了。江凯停下脚步，回到小神棍身前，你说最后一次，你应该也是穷人吧？不想继续在鬼星上赚钱了吗？小神棍有些不好意思，他也想在鬼星赚钱，可是赚不到，毕竟没有队伍会要一个只能在战斗中算卦的人。当初上面的人判定风水师是强力职业时，我趁着扶持的风口顺利升到20级，并转职成算命先生。但风水师初始天赋只是对天时地利人和感知强一些，而转职后也只是多了个算卦技能。之后上面的人发现算命先生毫无实战技能后，就放弃扶持力，而这个职业也因为太弱，没人愿意组队，等级就一直止步不前，没人带队打怪，我也只能每天在鬼星上混日子。如果回到蓝星当拾荒者，干苦力什么的，至少不会坐吃山空。江凯有些同情看着他，自己的大哥就是干苦力活把身体熬坏的，你一个女孩子是扛不住的。小神棍冷笑一声，扛不住又怎样？地球上我还有弟弟妹妹，家里就我一个顶梁柱，我可不能扛不住啊！忽然江凯眼前浮现出大哥的身影，他大哥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，想当初大哥也是这样，本想在鬼星发展，立志日后打击兽神，但在收养他们后，怕没人照顾，于是放弃来鬼星的机会，直到最后身体被熬垮了。小神棍的声音将他思绪拉回，我的装备你要吗？要的话我去寄存处取出来给你，我要回去面对生活了，这次得永久下线跟鬼星说拜拜了。江凯连忙将他叫住，下次吧，我叫江凯，我现在也要下线，但不是永久那种，下次上线还能见面我们就组队吧。我说到做到，要是骗你就让我一辈子都赚不到钱。闻听此言，小神棍满脸通红，愣在原地，双脚开始不停颤抖。这个人那么抠，那么在乎钱，敢说这样的话就一定是真的。他一把扑向江凯，谢谢，你果然是个好人。鬼星币是鬼星上的通用货币，价值是蓝星币的10倍。江凯这趟国王谷之行整整赚了18万鬼星币，也就是180万蓝星币。他走出交易大厅，瞬间觉得空气都是香的。不仅大哥的治疗费和魏婴的对赌也完成了，蓝星江凯棚户区居所。江凯一脸得意看着大哥和小妹，从今往后你们就不用上班了，我养你们。明天我就安排大哥做手术，至于小妹就回学校好好学习。大哥突然哽咽开口说道：小凯，这段时间很辛苦吧？江凯挠了挠头，比起大哥把我们2个孤儿养大的辛苦，我这点事根本不值一提。放心，之前一直都是你操劳，但现在我有能力了，就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说着，3人同时举杯大喊，作为末世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干杯！就在这温馨的时候，
魏婴不合时宜打来电话，江凯老弟赌约是你赢了，但现在有时间吗？待会我会派人来接你，记得过来。圣耀国安全区外兽神战场，江凯来到这里不禁轻叹一声。小时候他居住过的城市已经破烂不堪，他看向魏婴，不知道魏指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情。没等魏婴回话，地面上传来剧烈抖动，只见不远处一座座大楼接连倒塌，一头体型庞大的野兽嘶吼着发动冲锋，然而3名人类紧随其后，左脚猛地一蹬，3人一跃而起，开始全力加速。江凯咽了口唾沫，那是超凡者在和兽神战斗吗？目前鬼星的探险者每20级为一个分水岭，一共分为6个阶段，其中1到80级的探险者虽然进阶转职后能变强，但力量都仅限在鬼星上使用。左脚再次猛地一蹬，暴虐的气息从3人体内爆发而出，眼看对方发动攻击，兽神张嘴喷出一道能量波，可强大的能量波被超凡者轻松挡下。眼前这3名超凡者不一样，因为当探险者进入81-120级的阶段就能发生质变，原本只能在鬼星上才能使用的力量就能带回蓝星使用。这超现实力量的出现，不仅是人类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，这也是当今人类对抗兽神的最有效手段。就在这时，兽神攻击结束，3个超凡者同时高举手中武器冲向兽神，宛如雷霆一闪而过，3人的攻击瞬间洞穿兽神。见此一幕，江凯兴奋地拽紧拳头，不愧是超凡者，真的好强啊！身旁的魏婴冷笑一声，这样就很强吗？你可知道，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兽神，但就为了解决那家伙，我们已经牺牲2名超凡者了。闻听此言，江凯瞪大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。江凯，如今人类的形势并不妙，你别在安全区生活久了就忘了居安思危。这次赌约是你赢了，我会遵守约定，不强求你加入我们。皇家那边我也出面叮嘱皇家人别动。他看出江凯的疑惑，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关注你吧？因为我这人相信直觉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或许能成为强者，未来或许能强大到整个圣耀城都需要你的力量。但我知道你在这个末世只想保护你的家人，毕竟加入我们就要上战场，而战场也确实危险重重。但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。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战死沙场，但作为一个圣耀国的人，若能做到为国为你们而死，我心甘情愿。江凯，我不干涉你的选择，但若是未来圣耀城处于危难之中，我只希望你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，要为圣耀国而战。这是一个需要与巨兽战斗的末世，人类登陆鬼星探险，虽然在1到80级之前能力仅限在鬼星使用，只需将等级提升到81级，就能将获得的力量带回蓝星。魏婴对江凯的执着源自于他的直觉，直觉告诉他，江凯日后会成长到整个圣耀城都需要他的力量。之后江凯在蓝星休整数日后才再次登陆鬼星，连他自己都没想到魏婴会这么看好他，自己真的能强大到被圣耀需要吗？他晃了晃脑袋，抬起手上腕表，还是先管好自己吧。国王谷距离黑猿没挑战性了，也该去刷下一个怪物。精英级怪物幽灵女妖，伤害极高，能秒杀探险者，攻击带有破胆效果，并拥有幽灵体质。破胆女妖的尖笑能使10米内的探险者无法移动，产生强烈恐惧。幽灵体质，只有来自10米范围内的攻击才能对女妖造成伤害。江凯眉头紧蹙，好强的怪物，10米内会被破胆秒杀，但10米外又无法对其造成伤害。他长叹一声，这怪物比起巨猿要棘手得多，看来还是得找点队友才行。鬼星圣耀城广场，小神棍从江凯上次下线就一直守在原地等待。江凯满是惊讶，你该不会真的一直在这里等我吧？见到来人是江凯，小神棍激动的连蹦带跳，我等你好多天了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接下来是不是要带我去打怪？我给你找了个很厉害的队友，我算出他会对我们打怪很有帮助的，要不要？闻言，江凯连连点头，他刚刚就在想要找几个队友呢，一个神棍帮不上忙，现在不要来个酒鬼就行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小胖子尴尬挠了挠头，你好，我是酒鬼。话音未落，江凯转身就跑，好你猴子，真的是怕啥来啥。小神棍嘴角抽搐，这队长还是这么现实。他朝着江凯大喊，你就带上他吧，他吃苦耐劳，很是听话的，而且还会给你烧火做饭，捶腿捏肩，甚至他说只要你肯带上他，他愿意不要任何战利品。江凯猛地瞪大眼睛，不要任何战利品，还有这么好的事情？下一秒如同顺身般牵起小胖子的手，你好，我是队长江凯，我刚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个人才，今后你就是我队伍里的重要一员了。作为队长，我今天就义不容辞带你们去刷幽灵女妖。国王谷精英怪物幽灵女妖地界，一只瘦骨如柴的手从房内伸出，一股阴森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紧接着怪物从房内走出，嘴里还不断发出桀桀的怪笑声。精英级怪物幽灵女妖，等级20。江凯一行人默默躲在石壁之上，观察着女妖的动向。他沉声说道，女妖可是比黑猿还要强上几倍不止的怪物，一旦暴露就会被秒杀，大家行动千万要小声一点，而且只有10米内的攻击才能伤到女妖，所以必须保持安静，找机会接近。可话刚说完，身后便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，两人循声转头望去，只见胖子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一边打鼾还一边大喊。江凯顿时身体一颤，连同远处的女妖也是一个机灵，待到他们反应过来，女妖已经来到面前，没等他们做出下一步动作，女妖已经张开大口，强大的气息蓄势待发，两人吓得一脸铁青。这一瞬间，江凯已经把小胖子全家问候了一遍。小神棍，你不是说胖子的加入对打怪很有帮助吗？破等发动，一股极致霸道的气息弥漫而出，声波攻击，三人只觉得脑袋一阵轰鸣，提示弹出，状态异常，破胆低爆生效，
一时间两人身体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妖不断靠近。在两人不知所措时，女妖整个身体已经扑了上来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胖子的声音：“哪里来的美人？请问是来找我的吗？”下一秒，胖子肥胖的身体如同炮弹一般射向女妖，他扑倒女妖，嘴里不断流着哈喇子，觉得一定是命运让他们邂逅。胖乎乎的手抚摸上女妖的脸庞，看得女妖自己都一阵发麻。与此同时，江凯和小神棍的破胆效果被解除，江凯连忙抽出九节追命。现在是女妖的破胆冷却时间，江凯抓住机会拿出九节追命，在女妖第二次发动破胆之前，必须要解决掉她。鬼眼专注，鬼眼飞牌同时发动，9把飞刀尽数而出，在破空的过程中，匕首被附加上一层火焰，全部落在女妖身上。小胖子红着脸嘟着嘴吻向女妖，嘴里还不断嘟囔：“就让你我来个深吻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老婆了。”突然，嗡的一声巨响，狂暴的火焰冲天而起，爆炸的余波甚至将小神棍掀飞。待到火焰熄灭，跟黑原领地一样冒起滚滚黑烟。小神棍一脸崇拜看着江凯，他没想到自己的队长虽然等级低，但居然可以秒杀精英女妖。可怜的胖子却哭丧着脸：“我家老婆呢？”他艰难爬起身，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你们两个小卡拉米，居然把我刚娶的老婆给炸了！那可是我此生唯一的爱啊！失去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。”小神棍凑到江凯身边，他是酒鬼，会忍不住喝酒，而且喝酒之后有神丑倾向。我先去那边给你拿女妖的精英宝箱和尸体卡。江凯回忆起刚才小胖子同样也中了女妖的破胆攻击，但他为什么没被技能影响，而且还能进行反击？酒鬼最被人嫌弃的一点就是喝醉后会意识失控，但看似致命的缺点，却能无视女妖的破胆技能吗？想到这，他嘴角露出残忍的弧度。这样的话，就能用胖子来骗出女妖的破胆技能了。就在这时，小神棍抱着尸体卡还有精英宝箱回到江凯身旁，看到江凯邪恶的样子，不由打了个冷战。女妖领地另外一处小屋，又是一头幽灵女妖不断发出瘆人的低吟声。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在进入10米范围内，女妖就察觉到来人。只见江凯一声令下，小神棍猛地甩出手中绳子，胖子宛如坦克般的身体再次扑向女妖，嘴里还不断流着口水。又有新美人了。女妖的反应快，破胆尖笑发动，无法防御的声波攻击对准胖子。然而令女妖震惊的一幕出现，小胖子对他的技能完全无视，胖子再次扑倒女妖。美人，你怎么看到我就张开大口？是不是馋我身子啊？正巧我也馋你，遇见你我又爱了。恶魔般的江凯等到胖子骗出技能扑倒女妖，才进入攻击范围。9把追命再次齐发，落在女妖的身上，同样亮起小火苗。又是轰隆一声巨响，无尽的火焰再次冲天而起，刹那间整个身体被火焰淹没。仪式弹出，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精英及幽灵女妖，两人兴奋地攥紧拳头，行得通。趁胖子还没酒醒，赶紧去刷下一个女妖。只有胖子一人在风中凌乱。你们两个小卡拉米，又把我老婆给炸飞了，我要画圈圈诅咒你们。就这样，在距离黑原之后，轮到幽灵女妖度过最黑暗的一晚。森林中冲天火焰不断亮起，而胖子在一次次爆炸中不断被轰飞。两人不断收割精英级宝箱，只有胖子躲在角落暗自流泪。他的第24位老婆又被江凯给炸了。画面一转，又是爆炸声响起。胖子歇斯底里：“不要啊，请你们放过我的第36个老婆吧！”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依靠胖子一个晚上就收获36个精英女妖宝箱，直接把国王谷的女妖都给刷完了。这效率做梦都不敢想啊！而且在击杀完36个精英女妖后，江凯再次连升2级，等级已经来到14，而付出的代价仅仅只是一个心碎的胖子。小神棍算出胖子对战斗有用，果然没错呀！不仅获得36个精英级宝箱，还在女妖小屋内收集到2张可额外学会一个技能的技能卡。祈雨术给精神力强的人使用，可施展大范围的暴雨。地形合适时，高等级强者甚至能凭空造出湖泊和河流，在实战中起到奇效。他将技能卡递给小神棍：“你都29级了，精神力应该比我高，这个技能就给你学吧。”小神棍激动的浑身颤抖，终于有除了算卦之外的技能了，终于不再是战斗中只会算卦的人了。他直接跪倒在地，不断给江凯磕头：“以后您永远是我的大哥，请受小弟一拜。”江凯微微一笑，整个心思都在手上的另外一张技能卡上，隐藏职业的一次性技能点。此技能点使用时，能激活隐藏职业的一个额外技能，但额外技能只能使用一次，使用后消失。江凯毫不犹豫默念激活，虽说只是一次性，但若是隐藏职业才能激活的技能，那就必须试试看。下一智脑凭空显现，恭喜隐藏职业赌徒激活额外技能赌场扒窃。当赌场扒窃开启后，周围没有一个探险者关注到赌徒，赌徒都将窃取到关注者1/1000的总属性增加到自身。30分钟后，技能和增加的属性都将移除。江凯看向智脑，冷冷开口：“技能效果就只是这样？这么珍贵的一次性技能，只能窃取别人1/1000的总属性，自己现在也才200多的总属性，算下来也就窃取0.2而已，根本起不到什么效果。”与此同时，胖子终于酒醒，他默默摸了下胸口：“我刚才是睡着了吗？为什么会有种心痛的感觉？”小神棍咧嘴一笑：“鬼心第一情种，你忘了昨晚痛失36个老婆了吗？”话音刚落，记忆碎片开始重组，自己接连扑倒女妖的画面出现在脑海。下一秒，胖子胃里翻江倒海，隔夜菜顿时倾泻而出，他痛哭流涕：“是我给队长拖后腿了，我是酒鬼，总是会忍不住喝酒。您要是对我不满意，我可以马上离队。”然而让他没想到的一幕出现，江凯不仅没有赶走他，还拿出一件装备：“你可是昨晚的大功臣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们都不知道要被女妖秒掉多少回。这件装备归你，
闻听此言，胖子喜极而泣，但他不敢接过装备，因为入队前就说过只要经验不要装备的，拿着吧，我说什么都不会亏待队友，而且并不是只给你，小神棍也有份。小神棍顿时瞪大眼睛，江凯不仅给他一个新技能，现在还要给他装备，这就是小神棍此时眼里的江凯。向来遭受排挤的两个人眼泛金光，没想到一个神棍一个酒鬼也能有这样的待遇。他们对着江凯连连磕头，队长，今后我们就跟定你了，我们生是你的鬼，死是你的死鬼。从幽灵女妖领地出来，江凯第一时间来到鬼星物品交易处，在销冠统计下，这次江凯的怪物尸体卡和宝箱的总价值达到84万的鬼星币。江凯兴奋地握紧拳头，这么说就是840万蓝星币，这下大哥还有小妹今后的生活花费全都够了。不仅如此，卖完战利品，江凯还给自己留下2件装备，一件是暗夜长裤，和之前的暗夜披风是套装 ，F 级装备暗夜长裤可在夜间进入3分钟隐身状态。第2件是幽灵级甲，可以在关键时刻虚化，用来躲过致命攻击。A 级装备幽灵级甲，每10分钟可以发动1次虚化，免疫1次物理攻击。还有手套的效果也鉴定出来了，手套的火焰效果确实能继承爆伤，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神器。F 级装备纵火范手套，可让武器附带普通火焰和范围点燃效果，继承使用者以及武器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。现在的江凯要比之前强上很多，就算碰上20级以上的对战，也有把握必胜。看着属性又暴涨一大截，他满意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声音：“队长，你的追命我给你改造成功了，具体效果难以言喻。总之你先看看效果。”话音刚落，胖子手臂猛地一挥，一把追命急速朝着江凯射去。江凯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：“胖子，你做什么？不就炸了你36个老婆，还记仇了吗？”下一秒，让他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，追命在他面前突然停下。胖子大喝一声，操控追命回来，同时将手中木桩朝前扔去。没等江凯反应，眼前的追命又折返回去，而且在折返的过程中将木桩一分为2，随后又再次回到胖子手中。他来到江凯面前：“队长，我看你战斗的时候经常要去捡追命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所以帮你在上面加了强力磁石。现在你打出去以后，就能靠磁石把追命吸回来了，而且被吸回来的追命在飞行中也能对物体造成伤害。”闻言，江凯大喜，这样子的话，以后战斗就不用担心手里还剩多少把追命了。胖子，我发誓，除了你的职业，你绝对是个天才改造师。就在此时，身后轰的一声巨响，一道闷雷猛然劈下。上一秒，原本晴朗的天空顿时下起大雨。胖子看向江凯：“队长，你在骗我的是不是？”不远处的小神棍扑哧一笑：“是我弄的，我初步学会奇语术了，虽然感觉好像没啥用的样子，但还是很开心。”江凯不以为然：“你这技能怎么会没用？你看这些人都因为你在躲雨，如果你能让雨再大一点，大到严重阻碍敌人行动的话，那敌人就能成为我的活靶子，到时我想秒谁就秒谁。”听到这小神棍又被打了鸡血，没想到我能这么重要，那我一定会努力练习奇语术的。见此，江凯会心一笑，不仅是他，连胖子和小神棍都变强了。路上行人匆匆，嘴里还不断骂骂咧咧，这都是什么破语啊！这要带去永动岛的装备全给淋湿了，待会皇家怪罪起来该怎么办？听到皇家，江凯猛地瞪大眼睛，他连忙开口询问：“3位大哥，请问你们说的皇家是有什么事情吗？”几人循声看向江凯：“你家里是没网络吗？皇家玄武工会要带20万人去永动岛狩猎王级 BOSS， 打赢 BOSS 可是能帮蓝星扩大在鬼星的领土，所以除了皇家，还有很多其他探险者来帮忙清剿怪物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么重要的消息你都不知道？”江凯愣在原地，皇家要为蓝星狩猎 BOSS， 难道皇伟也会去？如今兽神在蓝星肆虐，每个国家都只能从鬼星获取资源回去对抗兽神，但鬼星资源都被各种 BOSS 占据，只有打败 BOSS， 国家才能开辟新的领土获取资源。而鬼星上的怪物从低到高分为普通级、精英级、战将级、统领级、王级 BOSS、地图 BOSS， 最后是守卫之主。其中王级 BOSS 就需要集合几十万人才能与之一战的恐怖怪物，而皇家居然要带领玄武工会为国征战做贡献吗？难道黄伟一家改邪归正，成为魏指挥说的那种心怀天下的人吗？他想起魏婴的话，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。江凯握紧拳头，那自己是不是也该去永动岛出一份力呢？只是怎么也想不到，永动岛气温极低，常年大雪纷飞，果然冲动就是魔鬼。三人再没有准备任何防寒装备就来到这里，突然一道怒喝声响起：“你们是哪队的小卡拉米？不知道没开战之前湖面上不能行走吗？众所周知，永动岛下方是怪物的巢穴，你们这样在冰面上行走，不知道会惊动下面游荡的鱼人吗？”这个事情江凯三人还真不知道，头脑一热就直接来到岛上了。就在这时，冰面上开始剧烈抖动，地面顿时出现一个坑洞，四周均裂出蜘蛛网般的裂纹。22级怪物，双足鱼人。江凯拉上二人连忙后退，保持安全距离。见此一幕，小嘎嘎咧嘴一笑，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。22级的鱼人需要人均20级以上的队伍才能对付，而且鱼人擅长近身攻击，一旦被鱼人近身缠上，那几乎就是必死的局面。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江凯不但不退反进，挡在胖子和小神棍身前，幽灵铠甲虚化发动，鱼人的攻击落在江凯站立的位置，可原地就只剩下一道残影。下一秒，虚化解除，江凯已经来到鱼人身后，他不屑啐了一口，还以为多厉害，原来只不过是一条杂鱼而已。轰的一声巨响，暴虐的火焰冲天而起，炽热的气息充斥整个战场。小嘎嘎瞪大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。
这家伙不仅躲过鱼人必中的近身攻击，而且需要人均20级的队伍才能解决的22级鱼人，被他一个10几级的秒杀了。江凯咧嘴一笑，活动下筋骨之后果然不冷了。他扬了扬手指，召回9节追命。现在他的力量是76点，只要触发暴击，最低都有15300点伤害，而且这还没算上追命的爆伤加成。但就算只根据最低暴击伤害去保守估计，目前这伤害放在20级左右的阶段，不管是怪物还是探险者，全都扛不住一下。带上胖子和小神棍还是有其作用的，不用自己动手。他们已经将鱼人尸体塔捡回来了。他看向小嘎嘎：“3位大哥，请问你们知道黄伟在哪里吗？”三人一脸谄媚：“大神您这什么话？我们哪算大哥？我们是您的小弟，正好我们知道黄伟少爷在哪里，这就给您指路。永动岛某处树林内。”江凯按3个小嘎嘎指引的方向来到这里。为了不让胖子和小神棍掺和他和黄伟的事情，他没让两人一同前来。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，江凯循声望去，不由露出笑容：“黄伟，知道你要为国讨伐 BOSS 后，我对你刮目相看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放下恩怨，我也愿意在永动岛上贡献一份力量。”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一道剑光映射在脸上，凌厉的剑气划破空气，猛地劈下，卵石飞溅，灰尘升腾。江凯连忙侧身躲避，同时对着黄伟大喊：“你做什么？我是来跟你和解的。”闻听此言，黄伟冷笑一声：“你杀我在先，害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，现在你居然跟我说和解！”手中巨剑猛地挥下，顿时碎石飞溅，灰尘升腾。江凯，你杀我在先，害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，现在你觉得我会同意和解吗？知道上次被你当众击杀，我有多想找你复仇吗？但上面的人下令不许动，于是我主动参加讨伐王级 BOSS 的战役，就是想用这份功劳来要挟上面的人别再保护你。但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找上门来，反正大战在即，我也可以先把你宰了，再拿下 BOSS 军功去上面那里顶罪。江凯快速后退躲避攻击，他没想到黄伟讨伐 BOSS 的目的仅仅是因为自己，没想到黄伟依然是那个卑鄙小，他的眼神变得冰冷。你想杀我的话，我劝你们还是一起上，毕竟你们猎鹰5队可是被我一人团灭的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大笑。你能团灭猎鹰5队，肯定是上面的人暗中保护。我们少爷一身 S 级装备，虐你绰绰有余。突然小嘎嘎瞪大眼睛，怎么回事？这小子和少爷同期，怎么这么快就到14级了？就在这时，在他们前方轰的一声巨响，无尽的火焰冲天而起，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剧烈的爆炸刚刚响起，火焰中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不断传出。这一幕彻底震惊了所有人，他们想不明白，明明看到的是普通火焰，但为什么伤害那么高？江凯冰冷的声音传来：“你们少爷死定了，如果不想像他一样，就快给我滚！”没等江凯把话说完，一只焦黑的手从火焰中探出。黄伟没被秒掉，依靠顶级装备锁住最后1%的血量，不让他直接死亡。他冲着小嘎嘎大喊：“你们傻站着干嘛？快替我去宰了他！”江凯深吸一口气，还想继续送人头吗？正好拿你们试试，加了强力磁石的追命。他不断打出攻击，手中9把追命尽数而出。令小嘎嘎没想到的是，所有飞刀没有一把命中他们。小嘎嘎啐了一口，搞得花里胡哨，结果没一把打得中。不会是看到我们都30级左右开始手抖了吧？江凯嘴角露出残忍的弧度，抬手勾了勾手指，下一附着强力磁石的飞刀快速飞回，精准射中小嘎嘎后背。飞刀上夹杂的小火苗不断蔓延到全身，刹那间肆虐的火焰将其整个吞没。所有人瑟瑟发抖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怎么还有会飞回来的飞刀？而且就10几级的小子，怎么一击就将32级的队长给秒了？此时江凯已经杀红了眼，他顺身搬来到小嘎嘎身后，再次勾了勾手指头召回追命。小嘎嘎丝毫反应不过来，飞刀扑哧一声刺中腹部。在他惊恐的目光中，小火苗同样急速扩散，紧接着剧烈的爆炸声和小嘎嘎的惨叫声同时响起。在场的人均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恐惧，正打算回头时，身后传来怒喝声：“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他擅长远程攻击吗？一起上！你们2个30级一起进他身不就行了吗？”王伟心里猜测江凯一定是远程攻击的刺客型职业，伤害虽高，但只要被近身就是一个脆皮。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，身前剧烈的爆炸声再次响起。黄伟目瞪口呆，如果说之前对他的攻击是灾难，那么眼前现在的一切就是毁灭。F 级纵火犯手套，外加 S 级9节追命，江凯一路砍瓜切菜，每次挥出飞刀必有火焰升腾，必有小嘎嘎陨落。黄伟脸色极为难看，他不明白，明明等级差距那么大，江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江凯如同杀神一般一点点靠近，原本想着黄伟改邪归正，不论以前怎么对不起他们家都一笔勾销，但眼前的家伙实在太让他失望，是铁了心要跟自己不死不休。他居高临下看向黄伟，听说你上次被我杀出心理阴影了，那这次干脆让阴影再大一点点吧。恐惧让黄伟丝毫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攻击不断落下。下一秒，惨叫声响彻整个森林，没有将其一击毙命，而是让他慢慢感受疼痛，直到几分钟后，雪白的雪地被染红了一大片。江凯看着数据面板不禁感叹，还是击杀探险者经验多，就4个30级左右，外加一个小嘎嘎就升到17级。就在这时，让他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，面板上弹出警告，由于击杀超过10个同阵营的冒险者，获得嗜血杀手惩罚。处于该状态时，将被周围所有玩家察觉到所在位置。嗜血杀手被击杀时，被掠夺的经验将提升至3倍。使用10滴忏悔之泪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。见此一幕，江凯目瞪口呆。
这个称号不是鬼星上人见人打的严重惩罚吗？得到这个惩罚的人，相当于变成一个所有人都能感应到位置的移动经验包，而且加上自己的加倍天赋，得到的奖励或惩罚都将触发双倍效果，并有1%概率触发超级加倍。所以要是倒霉一点的话，那死一次有可能被掠夺30倍经验，甚至有可能一次被掠夺回1级。想到这，他连忙掉头往回跑。接下来千万不能去人多的地方，得想办法找到忏悔之泪，消除这个状态。永动岛皇家驻扎地，小嘎嘎们脸上豆大的汗水止不住滑落。黄伟的父亲黄通爆发雷霆之怒，他们打着皇家父子3人一起为国而战的名义，结果还没开始，黄伟就嗝屁。黄达满脸凝重看向黄通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黄通猛地一拳挥下，还能怎么办？直接开战，我们直接去拿下王级 BOSS。事情之后，我们就能以军功跟上面交涉，到时候我要让那江凯付出最惨烈的代价。半个小时后，永动岛某处，胖子和小神棍发现江凯多了个称号，江凯没时间解释太多，直接拉着小神棍和胖子准备离开此处。突然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，同时几人停下脚步。战争号角怎么这个时候响起？难道皇家提前开战了？小神棍瞪大眼睛连连后退。队长快看那边！只见一望无际的冰面上出现蜘蛛网般的裂纹，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，冰面开始坍塌。放眼望去，不止冰面上，还有冰山上站立着无数只双足鱼人。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。这还没完，一道身影从地底猛地窜出，那庞大的身体出现不可思议的速度，来到冰山山顶坐下，仅是散发出来的气息就让人不寒而栗。王级 BOSS 冰封鱼人领主，等级未知，当前剩余100%生命值。这可怕压迫感让远处的3人瑟瑟发抖。战场上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，所有人做好准备，王级 BOSS 冰封鱼人已经引出来了。此战若是胜利，你们不仅能得到丰厚的报酬，还能帮助圣耀拿下领土资源，让你们的家人在未来免遭兽神侵害。所以不管是为了当下还是未来，我们都必须拼上一切来赢得胜利。当剑使离弦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此次王级 BOSS 战正式开始。黄通抬手一挥，所有人听我命令，全军出击。话音刚落，小嘎嘎们争先恐后朝怪物群冲去。声势之浩大，看的小神棍和胖子瞪大眼睛。20万人的战场，这就是王级 BOSS 战吗？队长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哪曾想这回江凯反而不着急了，只要开战了，皇家现在就没空管我，我们大可以留下来长长见识。战场上的小嘎嘎如同打了鸡血般冲向冰山。就在这时，冰面再次坍塌，又有一头巨型怪物从冰下窜出。25级普通级怪物双足鱼人。见此一幕，小嘎嘎吓得合不拢嘴。大家别怕，就一条臭鱼而已，我们有20万人直接跟他拼了。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双足鱼人就已经发动攻击，一股无形的吸力将小嘎嘎吸入口中，扑哧一声，小嘎嘎甚至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，就变成了渣渣。顿时众人脸色巨变，他们从没听过还有鱼人会吃人的。江凯躲在石壁后观察整个战场，没想到一只普通鱼人比起探险者就强上这么多，而且好像数量不少。据说这场 BOSS 战，只要 BOSS 不死，鱼人大军就会源源不断出现。所以此战的关键并不是20万探险者和鱼人大军的战斗，而是跑在前面的那几位超凡者和领主 BOSS 的战斗。此时他们8人小队已经突入 BOSS 区域，所有人都拿出全力把状态调整到最好。刹那间，一股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而出，超凡者出手了。一连串晦涩难懂的咒语从他们口中传出，随着攻击落下，他们要尽可能对 BOSS 造成最大的伤害。下一个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刺眼的光芒从领主 BOSS 头顶亮起，狂暴的力量席卷全场。饶是早有耳闻超凡者的实力，小神棍和胖子还是被害得张大了嘴巴。一旁却响起江凯的轻叹声，情况好像有点不妙。绿瞳亮起，鬼眼专注发动。超凡者的技能看似强劲，但通过鬼眼专注看到他们的攻击，似乎连 BOSS 的防御都没打破。果不其然，烟尘中领主 BOSS 完好无损。紧接着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未能击穿防御。看到提示，众人还是不敢相信，居然连 BOSS 的防御都没破开。手臂猛地向下挥，这一击势如破竹，将所有阻碍粉碎。顿时卵石飞溅，灰尘升腾，就连超凡者也无法正面硬扛这股力量。随着小嘎嘎们一起被轰上天空，整个战场哀嚎声此起彼伏。然而这一切对于领主 BOSS 来说，热身都不够。见此一幕，众人顿时傻眼，竟然一击就将8位超凡者给宰了。江凯脸色变得凝重，那么轻松一击就击杀全部超凡者，这就是王级 BOSS 的实力吗？就在这时，身穿银色战甲、手持银色长枪的小嘎嘎快速冲向鱼人领主。刚刚8个超凡者合力出手都被一击秒杀，这家伙怎么一个人就冲上去了？众人吓得一个哆嗦，完了，又一个要被秒了。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，一人一兽都发动冲锋，锋利的长枪宛如划破空气。下一步，同样的招式，同样的大吼，两把长枪狠狠碰撞在一起，响起刺耳的金属声，碰撞的能量自2人周身溢散开来。眼看2人不相上下，江凯惊讶的合不拢嘴，这家伙究竟是谁？竟然接住 BOSS 的攻击，连鱼人首领也是微微一愣。只听小嘎嘎冷哼一声：“小 BOSS， 刚才我的队友只是故意以身赴死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们是你能随意一击斩杀的吧？”玄武工会第一强者，超凡者蒋放，职业枪兵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而出。今天我就代表刚才陨落的战斗拿下你！天赋王者的祝福发动，身边每死去一个超凡者队友，将获得25%力量提升。他的速度快到极致，不让鱼人首领反应过来，
一闪便消失在原地，来到 BOSS 头顶，紧接着发动攻击，蕴含天地元气的一击径直刺向鱼人首领。噗嗤一声，鱼人首领被划出长长的口子，顿时鲜血四溅。同时提示弹出，击破 BOSS 护甲。见到系统提示，所有人大喜，太强了，那人可以击穿 BOSS 的防御，看来这大神有机会击败 BOSS 啊！黄通开怀大笑，真以为我们玄武公会没人吗？刚才被击败的超凡者都是我们为了给蒋放提升力量的计划，因为蒋放本就是1亿当时的强者，再加上王者祝福提升200%力量后，现在他一人就堪比一支几十人的超凡者队伍，所以现在只要战局不出意外，那么此战必胜。闪转腾挪之间，小嘎嘎不断挥舞手中长枪，鱼人首领看似坚硬无比的防御仿佛成了笑话，每次长枪挥出必有妖血溅起，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发生。黄达快速来到黄通身旁，老爷子大事不妙，检测到永动岛后方有大量海鱼人不断登陆，粗略算了一下数量足足有几百只，而且都是30级以上的精英海鱼。听到海鱼人大军，黄通顿时冷汗直流。此时远处的小神棍看着战斗还在大喊加油，殊不知一头巨型怪物已经来到身后，32级怪物精英级海鱼人，他的速度快到极致，闪转腾挪之间，他不断挥舞手中长枪，每次挥出必有妖血溅起。不过他能专心单挑鱼人领主，是因为后方有人稳定战场。战场上根据鱼人的级别分为5个区域，分别是普通、精英和战将，还有统领和 BOSS 区域。每个区域黄通都安排大量的人手和鱼人交战，致使战场形成了一种平衡。但现在几百只30级以上的精英海鱼人加入，不但会导致战局混乱，更会导致蒋放不能击杀 BOSS， 甚至在场的20万大军都会交代在这里。想到这，他连忙看向黄达，蒋放击杀 BOSS 至少还需要30分钟，这些海鱼人还有多久到达这里？只见手腕扫描数据显示，大量的海鱼人顶多需要10分钟就能抵达。与此同时，战场另外一边，3把追命缠绕着火焰之力急速射出，等级上的差距让海鱼人丝毫不惧江凯的攻击。下一秒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无尽的火焰冲天起，剧烈的爆炸瞬间将其淹没。提示弹出，探险者江凯击杀一头精英海鱼人。小神棍躲在石头后，队长，周围怎么来了这么多海鱼人啊？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江凯喃喃自语，真的要走吗？现在战场上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如果没人拦下这批海鱼人，或许会导致整场战斗失败。他用凌厉的眼神看向玄武公会，王家是仇人，他们战败是自己很乐意见到的，但被喊来作战的20万人和圣耀的未来却是无辜的。闭眼的时候，他再次想起魏婴，天下兴亡匹夫有，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些怪物战斗吧。胖子小神棍，我们不走，不但如此，我还需要你们把周围的海鱼人全都引到我这里来，我一个人把他们全部解决。闻听此言，两人震惊的合不拢嘴。10分钟后，由于军心大乱，战场上已然出现大量伤亡，士兵们被打得节节败退。小嘎嘎瑟瑟发抖，队长别打了吧，很多人都探查到后方有大批海鱼人逼近，你那些海鱼人包围过来就全完了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逃吧。在鬼星上死亡不可怕，可怕的是1个月不能上线，不能上线的话生活就会出现问题。见众人出现逃走的念头，领队无奈走上前去，你们难道没发现吗？从开始探测到海鱼人已经过去10分钟了，说好的海鱼人10分钟到达，但现在却一直都没有出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知道吗？闻言所有人才发现，好像真的已经超过预算时间，这说明后方应该有很厉害的人物出手，能挡住那么多海鱼人，应该是一批很强力的精英探险者在辛苦作战，所以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他们口中一批很强力的精英探险者其实只有江凯一人，面对一大群30级以上的怪物，江凯丝毫不惧，虽然只有10几级，但夸张的属性支撑起他在怪物群中不断穿梭。等到怪物扎堆，接下来就是反击时刻。江凯独自冲向海鱼人，看着海鱼人张口朝他咬来，他不禁冷笑一声，上次敢朝他张开嘴的怪物，现在坟头草都已经几米高了。在被咬中的瞬间，江凯径直冲了出去，同时2把追命飞向海鱼人嘴里，刚一落地，身后轰的一声巨响，黄暴的能量爆体而出，刹那间无尽的火焰冲天起，系统提示弹出，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2头精英海鱼人。他冷冷看向不远处，这些海鱼人总是1只2只过来，这到底要杀到什么时候？就在这时，远处响起小神棍的呼喊声，他一不小心将所有的海鱼人都给引过来了。另外一个方向的胖子身后同样跟着一大群精英海鱼人，江凯大喜，暴虐的火元素在手中熊熊燃起，接下来交给我就行，你们2个到我后面去。2人担忧看着江凯，不知道引来这么多队长能不能杀得完。刚才见他单杀1、2只都费劲啊，确实以江凯目前的等级单杀1、2只海鱼人是有点费劲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由于手套特性，追命附带的火焰效果还能散发出小火苗，小火苗同样可以触发暴击，所以比起单杀，江凯其实更适合群攻。下一秒，巨大的爆炸声接连响起，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火焰，无数海鱼人死在这场爆炸之中。仪式再次弹出，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257只精英海鱼人。小神棍和胖子一脸铁青，这难道就是自家队长的真实实力吗？明明才10几级，这群伤怎么如此恐怖？远处战场上，小嘎嘎们同样目瞪口呆。黄达惊讶发现，后方的海鱼人大面积消失了，难道是老爷子请了军方的人前来帮忙吗？黄通也一头雾水，刚刚他确实联系了军方，但就算军方马上出动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。
既然军方的人赶到，通知所有人平衡好战场，好让蒋放一人安心解决 BOSS。半个小时后，蒋放依旧生猛，每一击发出的轰鸣声响彻全场，强大的力量冲击让 BOSS 的脸色愈发难看。当前剩余 65% 生命值，全场振臂欢呼。BOSS 的被动挨打让他们见到胜利的曙光。然而，一个让人震惊的画面出现 ，BOSS 的速度突然猛增，蒋放前脚刚一落地，后脚 BOSS 的攻击已经落下。BOSS 掉血量达到1/3时，就会进入第二阶段狂暴。而狂暴阶段的攻击速度会快到几乎不可能躲开，所以现在蒋放只能硬接下这波攻势。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，就是看蒋放扛不扛得住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手中长枪不堪重负，应声碎裂。同时，蒋放口中喷出一大口血。探险者蒋放剩余 5% 生命值。见此一幕，所有小嘎嘎不可置信呆愣在原地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：“小卡拉米，你以为你这点伤害就能赢过我了吗？”话音刚落，一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而出。超凡天赋战役化甲发动，过来啊！不是很能打吗？狂暴状态下的 BOSS 速度极快，他不断打出攻击，可免疫伤害的提示不断跳出。这还是打出的攻击不仅没伤害到蒋放，还全部反弹到自己身上。江凯也不禁赞叹：好强的铠甲，不仅免疫伤害，还能反弹攻击。黄通嘴角也忍不住扬起。我说过，蒋放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王牌，他的超凡天赋能在90秒内把 50% 的伤害反弹给敌人。BOSS 此时正好处于攻速极快的阶段，也就是说 BOSS 的攻速越快，那他的血量也会掉得越多。提示弹出 ，BOSS 剩余 35% 血量，他这么一会就掉了 30% 的生命，只要保持下去，这场战斗赢定了。忽然一股恐怖的杀意袭来 ，BOSS 战技破甲触须发动，一道寒芒一闪而过，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，这一击拍在蒋放胸膛之上，顿时铠甲炸裂，倒飞过程中将所有阻碍粉碎。那看似坚硬无比的防御，在此刻仿佛成了笑话。同时紧急提示疯狂响起，失去防御，剩余 1% 生命值，所有人瑟瑟发抖。没想到蒋放竟然就这样败北。王通默默低下头，是破甲技能吗？我们都大意了。此战最大的依仗就是蒋放，如果连蒋放都倒下的话，那此战就毫无悬念了。果不其然，在蒋放倒下后，整个战场人类开始溃不成军。柱子和暖暖的队长也是后悔不已，不该带他们来到这里的。原本他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两人口中的江凯强，但江凯带着他们都没死过，而现在却因为他的自大而死在这里，自己还真是一个失败的队长啊！在他身后，柱子已经身负重伤倒在地上，而暖暖已经耗尽精神力，没办法继续施展治疗技能。他不断大喊，希望有人能出来救救他们，救下他们的队长。可现在 BOSS 杀不掉，鱼人大军会源源不断出现，要是再没有人救场，大家都必死无疑。难道就没有人能救大家了吗？千钧一发之际，两把追命爆射而来，刹那间轰隆一声巨响，炽热的火焰瞬间将鱼人淹没。江凯长呼一口气，还好赶上了。柱子忍不住咧嘴一笑，仅是一眼便认出江凯。柱子暖暖，好久不见，你们保护好自己，我要去打 BOSS。虽然捡回一条命，但现在两人都不淡定了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凯是说他要去打 BOSS， 而且为什么？我能清楚感知到他的位置。暖暖点点头，他同样察觉到异常。混乱的战场上，与怪物厮杀的人全部头脑嗡的一声。江凯的出现引起广泛关注，这是嗜血杀手的效果。胖子的小神棍看着江凯一系列操作都懵了，队长究竟在干什么？他是不是忘了现在的状态？他顶着那样的称号下去，是会被20万人盯上的呀！果然，小嘎嘎们均露出贪婪的笑容，本来都打算等死了，没想到能碰上个嗜血杀手。击杀嗜血杀手能掠夺很多经验的，不如在被鱼人杀死前先宰了他再说。鬼眼专注，鬼眼飞牌组合发动，又是轰的一声，无尽的火焰冲天而起，巨大的冲击波响彻全场。下一秒，江凯从烟尘中窜出，他啐了一口，仅仅一个暴击就承受不住。躺在地上的残血战士怎么也想不到，一个区10几级的菜鸟打出的伤害如此之高。与此同时，远处还有一个人觉得难以置信，这就是江凯吗？被这么多20级以上的人围攻，这么轻松就全身而退，这不可能吧？黄达愤怒的声音响起，父亲，我忽然感知到那个杀了黄伟的江凯出现在战场，他现在朝着 BOSS 的方向奔去。黄通摆摆手，这会哪里还管得着他？他难道还能击杀 BOSS？我们现在该想的是怎么让这场战斗损失少一点。黄达死死盯着江凯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会出现不好的预感，隐隐有种江凯能杀掉 BOSS 的感觉。江凯自己都想不到，自己居然会忍不住参战，帮助皇家打 BOSS 这种事情，换成以前肯定是不会做的，全是因为跟魏婴的承诺。若是未来圣耀处于危难之中，自己便会为圣耀而战。他无奈长叹一声，谁让自己答应过魏指挥？如今国家正是处于危难之中，需要更多领土去获取资源，而自己还有最后的底牌。他低语沟通智能，我要发动之前获得的那个一次性技能无场扒窃发动，周围没有一个关注到您的探险者，都将窃取 0.1% 的总属性增加到自身，开始窃取关注者 0.1% 的总属性点。原本以为这个一次性技能只能窃取 0.1% 的总属性没啥用，没想到在这种场合派上用场。要知道现在可是有嗜血杀手的状态，几乎战场上的所有人都能关注到自己。虽说每个人只有可怜的1/1000总属性，但这里可是有接近20万人啊！只要汇集起来，那将会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。只见从所有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微弱气息集合成一股庞大的力量，不断注入江凯身体。人物面板随之弹出，20级探险者江凯
职业赌徒，力量3万加，体质2万加，敏捷6万加，精神4万加。黄达看着腕表传来的数据，惊讶的合不拢嘴。江凯真的朝着 BOSS 的方向跑去，而且从腕表评估，江凯的属性变得非常恐怖，他的总属性甚至超过了蒋放。闻听此言，黄通顿时一惊，这不可能，这样下去的话 ，BOSS 肯定会被他抢去的。此时江凯不断前进，眨眼间已经进入战将级鱼人区域。忽然，一头鱼人猛地从冰层下窜出，51级怪物，战将级沙齿鱼人。见此一幕，黄家父子冷笑一声，这江凯面对战将级鱼人居然都不躲开。虽然不知道他身上的属性是否真实，但沙齿鱼人的撕咬可是60级探险者都必须提防的技能，看来他只能止步于此了。然而让人想不到的画面出现，江凯只是握紧拳头，右手猛地落下，剧烈的攻击忽视防御，瞬间将鱼人砸向地面。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，没用武器，仅凭一拳就成功击杀了战将级鱼人，这属性难道是真的？他不会真能击杀 BOSS 吧？对于这些议论，江凯自然不知，他毫不停歇来到统领级鱼人区域，那边遍布74级怪物，统领级鱼人，可是他不曾察觉，快速推进的身影异常显眼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统领级鱼人已经发动嘶吼技能，这种攻击无法正常防御，就算现在拥有逆天属性，江凯也是无法抵挡。黄家父子幸灾乐祸，真是不自量力。统领级鱼人的吼声需要特殊技能或装备才能免疫，空有一身属性能有什么作用？这小子还真是什么都不懂，就这还想去抢 BOSS， 简直痴人说梦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胖胖的身体手握酒杯出现在战场，胖子满脸怒容，我胖子一生不弱于人，而且也不比我队长差，你别死盯着我家队长啊！话音刚落，胖子脚下用力一蹬，快速冲向鱼人，砰的一声闷响，仅是一拳就将统领级鱼人打得连连后退。我这样的高质量人类男性都无法吸引你，让我给你一个跨越种族的一吻，这回总不会有人来炸我的老婆了吧？喔唧一声，顿时整个战场一片死寂。强大的统领级鱼人不禁全身绷紧，下一秒右手猛地一挥，胖子整个身体被拍飞出去，醉生梦死状态，可大幅降低受到的伤害，但会让人神志不清。胖子爬起身来，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，妹子的性子还挺泼辣，我就喜欢你这么有个性。仇恨值转移后，江凯才缓过神来，我刚才不是已经叮嘱他们两个不要跟过来了吗？突然身后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无敌奇羽术发动，小神棍也同样来到江凯身边，队长快走！胖子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他跟鱼人统领等级差距太大。闻听此言，江凯愣在原地，不多时他咧嘴一笑，真是拿他们两个没办法。事已至此，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就在此时，战场上的小嘎嘎察觉到异样，刚刚那女的是不是发动了奇羽术？这玩意有什么用？这群鱼人难道会怕这点雨水吗？可刚一说完就啪啪打脸，你们快看天上！天上落下来的不是雨，而是超大型冰雹，顿时整个战场乱成一团。明明是奇羽术，落下来的为什么会是冰雹？而且为什么是不分敌我全部都打呀？小神棍双手叉腰，竟然大笑起来，还真是一群物理学都不懂的家伙。利用永冻岛极寒天气，奇羽术当然会变成大冰雹啊！他看向江凯，之前队长就说过，只要奇羽术能阻碍敌人的行动，那么敌人就会变成他的活靶子。现在冰雹成功吸引鱼人注意力，已经放不出吼叫攻击，就可以轻松杀过去打 BOSS 了。队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你不用一个人战斗。听到小神棍的话，江凯沉默了。是啊，我为什么要坚持一个人呢？胖子小神棍是我小看你们了，托你们的福，这些碍事的家伙我就先解决掉了。下一秒9节追命尽数而出，顿时整个统领级区域爆炸声响彻全场，刹那间所有鱼人被火焰淹没。此刻江凯就如同杀神降临，身后的惨叫声不绝于耳。黄家父子满脸不可置信，那江凯把统领级鱼人都给灭了，我们10几个团队才能抵抗到现在，这实力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江凯现在增强的属性本就强的可怕，一把飞刀过去伤害本就恐怖，加上触发暴击，现在可以说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。来到下一个区域，江凯咧嘴一笑，终于是来到你面前了。刚才远远看着还觉得你挺厉害的，但走近后才发现原来你那么丑。突然小神棍大喊，上吧队长！话音刚落，江凯一脚踏出，猛地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向着 BOSS 冲去。然而狂暴状态的 BOSS 反应极快，手中武器早已举起，所有人不禁咽了口唾沫，这小子还真的赶上啊！ BOSS 又要发动狂暴攻击了，那速度和伤害他一定扛不住的啊！只见江凯脚下再次发力，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击，他的身形如同鬼魅，在攻击落下的前一秒都能完美躲避。他冷哼一声， BOSS 这速度很快吗？明明慢的可以躲开，之前那皇家王牌为什么要选择硬扛？这一幕再次震惊所有人， BOSS 的攻击一下都没打中，他这是敏捷比 BOSS 还高吗？江凯丝毫没有放慢脚步，躲过 BOSS 攻击后用力高高跃起，突然又是一道寒芒亮起，爆的战技破甲触须发动，轰的一声，卵石飞溅，灰尘升腾。可江凯早已不在原地，组合祭鬼眼专注鬼眼飞牌发动，3把追命包裹着火焰爆射而出，下一秒爆炸声在 BOSS 头顶响起，炽热的火焰仿佛要燃尽一切。果不其然，待到火焰熄灭， BOSS 的触须已经没了一大截，为之提示弹出，当前剩余 25% 生命值。所有人目瞪口呆，从 35% 到 25%， 那嗜血杀手居然一击打掉 BOSS 10%的血量，刚刚蒋放打这个血量也得10分钟吧？他这究竟是什么伤害啊？江凯发动一次性技能赌场扒窃，成功窃取战场上20万人的属性，
硬生生将自己的属性点提升到一个恐怖的数字。在队友层层掩护下，终于来到 BOSS 面前。他毫不犹豫发动攻击，3把9节追命包裹着火焰直冲 BOSS。轰隆一声巨响，剧烈的攻击在 BOSS 头顶炸开，系统提示随之弹出。当前剩余 25% 生命值，仅是一击就打掉 10%的血量，让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巨大的痛楚让 BOSS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武器猛地砸向地面，地面顿时出现一个坑洞，四周均裂出蜘蛛网般的裂纹。一股难以言语的气势从他体内弥漫而出，在他面前，江凯的身形显得格外渺小。黄家父子满脸震惊，蒋放都没能让 BOSS 起身应对，这小子居然逼得 BOSS 不得不使出全力了吗？江凯眼神变得更加冰冷，你这2条腿终于知道动起来了。BOSS 不通人言，但此刻着实愤怒，嘴里不断膨胀，开始蓄力。不多时，一道尖锐刺耳的吼叫声响起，与人嘶吼发动。好在江凯早有防备，这样的攻击他已经中过2次，他的速度达到了极致，在攻击到来前一闪便消失在原地。这还没完，不等江凯反应 ，BOSS 的攻击再次袭来，巨大的武器径直朝着江凯落下，轰的一声巨响，狂暴的力量让整个战场都在颤抖。见此一幕，小嘎嘎们不自觉往后退去。这么强力的攻击，那嗜血杀手怕是连渣都不剩了吧？然而 BOSS 的眼神变得凝重，手中武器响起噼里啪啦的碎裂声，下一秒砰的一声，巨大的武器竟然在 BOSS 身前直接炸裂开来。BOSS 嘴里发出低吟声，2只手止不住颤抖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烟尘中传出江凯的声音：“小卡拉米，我看你这副表情，不会是没了武器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吧？”他再次冲向 BOSS， 跟你打感觉太浪费时间了，开始给你吃点苦头了。右手猛地一甩，3把9节追命扎进 BOSS 膝盖，在 BOSS 惊恐的目光中，狂暴的力量在膝盖处炸响，咚的一声，直接单膝跪地，嘴里不断喘着粗气。此刻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提示弹出，当前剩余 15% 生命值。这还没完，眨眼间又是3把追命刺向另外一只膝盖，紧接着爆炸声再次响起，无尽的火焰在膝盖处不断冒出，巨大的痛楚让他仰头怒吼，提示再次弹出，当前剩余 5% 生命值。江凯冷笑一声：“你这是在表达不满吗？还在这里露出这副高高在上的嘴脸，我早就看不惯你那副傲慢的鱼人王嘴脸了。”他毫不停歇，手中追命再次射出 ，BOSS 2只手分别又挨上3把追命，剧烈的攻击忽视防御，狂暴的能量不断炸响，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火焰，瞬间将 BOSS 淹没。待到烟尘散去，只见 BOSS 整个身体不断冒烟，被烧焦的皮肤随处可见，最后无力支撑身体，径直倒在江凯身前。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，躺在地上的 BOSS 2条手臂2条腿都被炸没了，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倒在地上动弹不得。系统提示随之弹出，当前剩余 0.1% 生命值。整个战场静得落针可闻，所有小嘎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足足过了好一会，黄通才发出声音，他真的把 BOSS 打倒了，而且还是毫发无伤就把 BOSS 打倒的。与此同时，远处站着2名援军，魏婴副手，江中城军区总指挥，超凡者黑神。黄通召急忙慌请我们军方帮忙，结果等我们赶到这里都不需要出手了。魏婴副手，江中城军区总指挥，超凡者卢俊。是啊，万万没想到此战的翻盘点居然是靠魏指挥特别看好的那位年轻人。暴击加1，暴击加2，暴击加3，当前剩余 5% 生命值，当前剩余 0.1% 生命值。冰封鱼人领主终于在江凯的连番揉捏不甘倒下，最先反应过来的是黄通 ，BOSS 就一丝血量了，绝对不能让江凯击杀掉。玄武公会所有人听令，立即给我放弃和鱼人的战斗，不惜一切代价去击杀那嗜血杀手。谁能击杀嗜血杀手，额外奖励5000万圣耀币。但如果你们让他抢了 BOSS， 那你们所有人战后1分报酬别想得到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沸腾，大多数人不敢指望5000万奖励，但要是拿不到报酬，可是会影响接下来的生计啊！小嘎嘎们恨得牙痒痒，不得不向现实低头。别管那些鱼人，赶紧宰了那嗜血杀手，不然全都完蛋。顿时，无数人绕过身前鱼人，冲向 BOSS 区域。江凯站在悬崖边上，冷冷看着冲过来的人群。皇家本来就拿不下 BOSS， 现在看到 BOSS 残血，就要挟众人过来杀我，还真是恶心啊！他走到蒋放身边，一把将他扶起。皇家的王牌大哥，应该还能动吧？蒋放满脸疑惑：“你找我做什么？现在 BOSS 已经残血，为什么你不去击杀？”江凯咧嘴一笑：“现在 BOSS 是残血了，但谁说过我要跟你们抢了？皇家家底厚，我要是抢了 BOSS， 他们也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。但这被皇家拿报酬要挟的20万家庭就苦了，所以你能代表皇家的对吧？现在就请你来补这最后一刀。”蒋放满脸不解看着江凯，王级 BOSS 岂是说让就让的呀？江凯看着冲上来的人群，忍不住开口催促：“快点吧，你就当做行行好，再不动手，这帮人都要上来了。”闻听此言，蒋放也不再犹豫，手中长枪开始凝聚，只听噗嗤一声，长枪轻松没入 BOSS 体内。下一秒，鱼人领主猛地瞪大眼睛，巨大的痛楚让他仰头怒吼，紧接着震耳欲聋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战场，随之提示弹出，当前剩余 0% 生命值。玄武公会超凡者蒋放击杀王级鱼人领主 BOSS。嗨，领主 BOSS 的身体开始消散，而且鱼人大军群龙无首也开始撤退。王家父子惊讶的合不拢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 BOSS 居然还是蒋放击杀的？难道是江凯那小子主动让出来的？见到提示，所有小嘎嘎停下脚步。为什么不是嗜血杀手，而是蒋放大神击杀了 BOSS？ 这么说我们的报酬是保住了，
原来嗜血杀手是大好人，现在谁敢动这位恩人，我跟谁急。柱子和暖暖也兴奋地拽紧拳头。队长此刻是对江凯心服口服，他才是这场战斗的大英雄啊！最为开心的是小神棍，现在都知道我家队长的厉害了吧？突然小嘎嘎们反应过来，现在回头一想，黄家刚才的威胁还真是恶心，送死的要大家来干，最后指挥砸了，还想让所有人承受代价，资本家的嘴脸还真是丑陋啊！回去领完奖励，大家一起退出工会。黄达看向自家老爷子，这下不好了，20万人退会和负面评论会让工会声势大跌啊！黄冲气得浑身颤抖，把今天这账全部算到江凯身上。你们先走，等下次一定要对着江凯狠狠报复回来。战场上，蒋放伸手表达谢意，今天我是欠你一个大人情了。还有你这身属性是怎么回事？江凯同样伸出手握在一起，我这属性是靠一次性技能换来的，同时利用嗜血杀手的惩罚机制，其实也没什么，用了就没了。说话间，身后巨大的冰山毫无征兆裂开，一根根触手从冰缝中悄然探出，紧接着急速缠绕上江凯。不等江凯和蒋放两人反应过来，狂暴的力量快速往后拉拽，瞬间将江凯拉入深渊。见此一幕，小神棍快速来到裂缝处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家队长怎么了？只见蒋放无力跪倒在地，是我大意了。江凯是你们的队长吗？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江凯大概率是触发 BOSS 的死亡复仇了。死亡复仇是有些 BOSS 死后的特有技能，一旦死去的 BOSS 成功复仇到探险者，那探险者将会遭受极其恐怖的惩罚，被折磨致死都只是最初步的报复。而最可怕的一点是，被报复的人在鬼星死亡回到蓝星后，往往都会因为忍受不了那段折磨的记忆，从而选择自我了结。听到这，小神棍受不了了，全身止不住颤抖起来。难道刚刚抱上的大腿马上就没了吗？与此同时，江凯从一阵阵剧痛感转醒，这里是哪里？为什么感觉全身都要被捏碎了？深渊深处，江凯被亡极于人五花大绑，无数触手在不断接近。BOSS 残存仇恨虚意，他死死盯着江凯，嘴里发出桀桀的怪笑声。下一秒，从江凯耳朵里长出跟他同样的触手。这还没完，他的身体也在不断有触手长了出来。江凯一头雾水，什么东西在我的身体长了出来，而且还伴随着剧痛。告，您的一次性技能赌场扒窃和获取的属性即将消失，剩余时间20秒，请做好属性和技能被移除的准备。江凯这才缓过神来，我正在被这怪物折，现在的自己是因为身上有属性的支撑才没被这玩意杀死，要是继续这样下去，属性消失的那一刻，就是自己死亡的时候。突然亡极于人，口吐人言，杀了你，愚蠢的人类，接下来就承受我最后的怒火吧。巨大的痛楚让江凯仰头怒，连忙发动虚化技能，身体进入虚化状态，所有触手瞬间失去目标。趁此机会，江凯急速窜了出去，仅是眨眼间，他的人如同瞬身般来到10米开外，而且因为虚化脱离了那些东西，身体也恢复原状。眼见江凯逃离自己的掌控，愚人领主的脸色愈发难看，铺天盖地的攻击再次打出，江凯连忙掏出追命，然而获取的属性值也即将耗尽，取出钢刺，取出短刺，现在身体太虚弱，逃是逃不了，现在只能倾尽所有，在窃取的属性结束前跟他拼了。鬼眼专注鬼眼飞牌组合技发动，他的速度快到极致，在攻击到来前将身上所有武器全部打出，配合上手套特性，所有武器燃起火焰，瞬间照亮整个深渊。双方均使出全力，这一招既分高下也决生死。轰的一声巨响，狂暴的能量炸开，无尽的火焰冲天起，炽热的火焰同时将两人淹没。倒计时结束。